草民孙万胜拜见陛下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。皇上看着他默了一会儿，草民从家里挖了个地道，地道中点就是草民刚刚站着的位置。你专门要见朕？是，草民替威远军数10万英魂，谢陛下隆恩。皇上背后的群臣一阵阵低低的议论，怎么又提起威远军？他和威远军什么关系？草民先父乃威远左参将身边的传令兵，当年一夜，威远军全军覆没，草民先父也不曾幸免。所幸先父征战之前曾将此物交给草民。那是什么？皇上盯着他的匣子，这是草民先父的随记本。他在随记中倾诉说，他毕生心愿是能保家卫国，建立战功，在金銮殿的大殿之上接受陛下亲自颁发的荣誉勋章。这话听着怎么有点流氓的味道？先是代表所有的威远军感谢皇上隆恩，接着就说自己是威远军的遗孤，再然后就说你爹想要皇上颁发的勋章，那之后是不是就要以威远军数万英魂的名义向皇上索要呢？你当皇上是什么，傻子吗？还是勋章制作机？群臣的眼底带着厌恶，大也无视群臣的目光。草民一直没有机会亲自见到陛下，今日得知陛下相送平阳军，草民无法，只得出此下策，还望陛下仁爱，看在威远军忠魂烈骨的份上，满足草民先父的愿望。群臣流氓！你说你是不得已出下策，那你这地下密道是何时挖通的？这可不像是临时挖的，而朕出宫送平阳军却是临时的事件。启禀陛下，草民为了能见到陛下，在京都4个城门对应的主要街道都挖了密道出口，陛下去哪个城门，草民就走哪条密道。众人合着他们每天都走在大爷的密道上，望着大爷的目光就更加充满了愤怒。你一个人挖了4条密道？是的，陛下，为了能让先父在天之灵得到慰藉，草民不惜劳苦，一共挖了3年。群臣流氓！看在你这份孝心上，朕准了，你现在就随朕进宫，朕立刻给你父亲颁发勋章。群臣，陛下您是不是有点草率呀？草民谢陛下恩典。皇上回头望向群臣，杨子令率兵迎战西秦，朕给威远军英魂颁发勋章，也希望他们在天之灵能够护佑大夏，护佑威远军，赢得这一战。群臣心头微动，授予勋章是件大事，朕希望你们都能参加。皇上眼底泛着热光，群臣他们能拒绝吗？这一厢，皇上带着众人回宫，那厢，陛下吩咐，只要见西秦领队。怎么，西秦对大夏朝大军压境，你们的陛下就见西秦领队？难道我们不配见吗？还是说我们也要大军压境才能被召见？就是，难道你们大夏朝的规矩只有大军压境才能觐见吗？我们西蜀虽小，可也不受这种屈辱。如果这就是你们的觐见条件，我们随时满足。没错，我齐国再小也是有军队的，我齐国人绝不受这种屈辱。看着兵部尚书，尚书大人，你不过是个跑腿的，何必做这种得罪人的事呢？到时候惹怒诸国，你们的陛下责怪的还是你。各位大人请吧。我西秦之所以对大夏朝大军压境，并无战意。没有战意，只是缺少读书人的经费吗？想要用武力逼着大夏朝给你们西秦送去一点教育经费吗？何须如此？像你们这种不识尊卑、不懂礼法的会开化国度，我大夏朝每年都有扶贫资金的。没有想到西秦堂堂使臣，居然连最起码的礼法都不知道。你们的陛下没有教给你，我们大夏朝愿意赐教。我们有专业的礼仪嬷嬷来教导你见了陛下该如何行礼。我想各位是误会了，以往哪次我们见到龙椅上的这位没有3跪9拜啊？可这次我们不拜，是因为他不配。放肆！福公公立在皇上身侧，怒得脸色发白，嘴皮发青。这话你这老奴才说不得。若你的主子是皇上，你说这话我们认罪，可你的主子是什么东西？他自己心里明白。怎么今儿当着群臣的面敢不敢说出来啊？还是要我们把你揭穿？几个外国使臣居然跑到金銮殿上来撒野，金銮殿上的群臣都怒炸了。几个尚书知道这是皇上提前设下的套，只是面带怒气的维持演戏，可其他朝臣不知道啊。一个御史气得浑身发抖，冲上去朝着南梁使臣的鼻子就是一拳砸下去。南梁使臣还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啥，人就朝后一侧趔趄过去，而他趔趄过去的方向，另外一个朝臣抬脚就踹了过来。南梁使臣还未站稳的身子又偏倒，群臣愤怒，哪顾得上这里是金銮殿，见有人动手，撸起袖子就跟着动手。大殿之上，5个外国使臣还没有反应过来到底怎么了，就觉得眼前一黑，被人围殴了。
大爷的眼角一抽，为难地看着皇上。陛下，这戏演到这一幕不在他的范围内啊！皇上目瞪口呆地望着眼前一幕混战，他只知道大夏朝的百姓爱群殴外国人，没想到朝臣也是如此。而且人家南梁使臣那话说得多明白，就说他身份有问题，不是真的皇帝。作为朝廷栋梁，你们难道就不关心一下？怎么这么鲁莽？皇上转头看福公公，现在怎么办？福公公同情地看着皇上，皇上安排了大爷，安排了禁军，唯独没有安排朝臣，这群臣就闹出这种乱子。按照皇上的节奏，这个时候他该被揭穿身份，然后被赶下龙椅啊！这五国使臣表现得那么欠揍，群臣是为了给皇上出气，皇上难道叫停？福公公摇摇头，老奴也不知道。皇上就看向兵部尚书，兵部尚书机警地朝皇上示意苏运。皇上心思一闪，啊，对了，还有苏运呢，怎么把他给忘了？苏运已经吓傻了，他都做好准备与五国朝臣里应外合了。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，平日里看上去人模人样的那些同僚，居然都是暴力狂。人家说什么了，他们就怒成这个样子，而且还齐刷刷冲上去，赤裸裸的干架，有点朝臣的样子，都是悍妇嘛。这个时候要是开口说点啥，一定会被揍的。他不想挨揍，那天在平阳军军营挨的揍还没好呢。兵部尚书靠近过，眼下苏大人掌管禁军，这种时候赶紧调禁军呢。若是闹出什么乱子，麻烦可就大了。万一他们谁被打死了，到时候我大夏朝面对的可就不是西秦大军压境了。多谢大人提醒。雨落高声呵斥道：成何体统！金銮大殿之上，你们如此成何体统？西秦和南梁不知礼仪，难道我大夏朝也不知礼仪了吗？他们如此，自然有陛下处置。住手！苏远立刻朝皇上道：陛下，臣恳求您准许调禁军上殿。恳求个屁呀！这种情况你难道不是应该直接调吗？否则朕把人交给你做什么？苏大人，快呀，莫要闹出乱子！苏远立刻转身朝外一声高喝：禁军！门外的禁军带刀刷刷进入，朝着群战的群臣就涌了过去，将人拉开。几个御史可能这辈子第一次打架，打得有点兴奋，被禁军拉开的时候还不忘再踹几脚吐口水，不堪入目啊！皇上坐在龙椅上，掩面扶额：这是朕的栋梁们呐，等朕解决了眼前的问题，好好的犒赏你们。五个使臣鼻青脸肿的立在金銮大殿上，西秦使臣义愤填膺：贵朝先帝膝下一共9子，先帝最为宠爱的乃是贵朝齐王殿下，你们对我动手，我不与你们计较，那是因为你们的忠君之心。但是请看清楚，你们所忠心耿耿侍奉的这位并非你们的真君，这是你们先帝留下的遗诏，亲笔遗诏，你们自己看清楚。你们现在的皇帝根本就不是先帝骨血，乃是你们的太后当年为了顾宠从民间搜寻来充数的。这话引起了大家的哗然。他根本就不是龙脉，凭何坐上这个位置？所以我说，我们西秦出兵大夏朝不是为了战争，我西秦一贯秉行爱与和平，我们只是看不惯这种鸠占鹊巢的行为。群臣里关你屁事啊！就是我们的皇帝是不是真的龙脉，关你们西秦屁事？可千万不要出幺蛾子呀！朕把你们这些人聚在一起可不容易，你们就让朕一次性解决了问题，好吗？乖。人群里，你们这圣旨必定是伪作的，想要破坏我大夏朝的朝务秩序，你们还嫩着点儿。对，一定是伪作的。对，朕谢谢你们了。这大夏朝的朝臣是不是脑子有点问题？我记得长兄在家时曾和我提过一件事。平阳侯苏澈在朝臣中的威信是非常高的，目光纷纷落到苏运身上。长兄曾说，当年先帝驾崩并非病逝，像是被人下药了。这话长兄从未直接说过，还是一次醉酒时与我提起的。长兄说他一直怀疑是先帝知道了什么，所以被人忽然的下手了。苏大人，侯爷怎么会说出这种话？这先帝驾崩，我们都是知道的。当年太医如何宣布，我还历历在目呢。对啊，平阳侯与陛下一直情若手足。人只当我兄长与陛下情若手足，可若真的是情若手足，我兄长至于将自己的亲生女儿当作儿子养吗？为的是什么呀？还不是在为陛下养兵。平阳君
亲说是我兄长在带，可及至苏青成年，这兵权还不是随着她嫁给九殿下而收入皇家吗？唉，苏青明明一个闺阁小姐，却被逼在战场金戈铁马，还不是陛下一道圣旨？什么？苏大人的意思，苏青女扮男装是陛下的指示？之前我也不知啊，是兄长醉酒意外说漏了，我才知道的呀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对啊，怎么会这样？众人的情绪再次愤怒起来，却是对着皇上。然而龙椅之上，皇上已经面色苍白，虚弱不堪。放肆！朕何曾？我不敢隐瞒半个字，之前只是觉得这是陛下想要收回兵权的手段罢了。毕竟历代君王都怕武将功高盖主，至于先帝的非正常驾崩，我也不曾多想啊。可今天发生这种事，这些桩桩件件联系在一起，莫非是陛下毒害了先帝？莫非先帝当真要传位于齐王？西秦领队拿出的圣旨，圣旨上就写着先帝遗诏，传位齐王。这次我西秦之所以大军压境贵朝，不是为了挑起战争，我西秦从来不喜好战争，为的就是让他交出皇位，将皇位还给齐王。可齐王已经没了。齐王殿下虽然没了，但是齐王殿下的子嗣还在。子嗣不可能，齐王殿下并无后人。齐王殿下有继承人，大皇子殿下被陛下定为叛国弑君杀父的逆子，就是齐王殿下的儿子。什么？你给朕闭嘴！来人，将他给朕压下去！苏韵，望陛下如此信任你，委以重任给你，你竟然如此污蔑陛下，居心何在？是啊，陛下如此看重我，我为何要如此？我为的是这天地间的公道，为的是大夏朝皇室血统的纯正，为的是大夏朝皇室列祖列宗的基业。把他给朕压下去，给朕压下去！你们要将我压下去，就是将先帝的遗诏一并压下去。先帝遗诏被蒙尘多年，如今好容易再露天日，怎么你们难道要再次将它掩埋吗？上前的禁军纷纷面露犹疑。那圣旨是假的。西秦看不惯大夏朝的血统混乱，我南梁一样无法容忍。如果陛下不肯让位给大皇子殿下，那么南梁也将……你南梁本就在与我平阳军大战，且屡战屡败。若苏韵与外国使臣勾结，他怎么会如此对南梁使臣呢？莫非苏大人以为我南梁只有那些军队吗？你南梁有多少人我不知道，但是你南梁慕容雪杀了我侄女苏青，我大哥一定会血洗南梁。平阳军进攻我南梁，你当真以为是苏澈在为苏青报仇吗？愚蠢！那是因为我南梁掌握着他的秘密，他令苏澈将秘密取回，不然他就对苏青下手。这么说，苏青可能不是被慕容雪杀的，而是被皇上杀的。天哪，这个消息有些劲爆，众人有点消化不良。皇上坐在龙椅上，瞪着苏韵，瞪着南梁使臣，忽然一张嘴，哇的吐出一口血。陛下，快传御医！将这个狂悖之徒给朕抓起来！苏韵举着先帝圣旨，我西秦一向热爱和平，今日就把话摆明了。如果你让位于大夏朝纯正皇室血脉，我西秦立刻撤兵。南梁使臣就阴恻恻道：都说你是个好皇帝，这好皇帝，你是愿意以一己之私继续攻占阙朝，还是愿意完璧归赵，免除一场恶战？南梁与西秦共进退。余下三国使臣齐刷刷道：我们同样与西秦共进退。西蜀的使臣扫了一眼苏韵，苏大人出自平阳侯府，平阳侯府历来满门忠烈，这大夏朝的江山有一半怕都是苏家打下来的。今日苏大人有绝对的权利来选择。众朝臣议论纷纷，他们既不能相信先帝是皇上害死的，大皇子是齐王的儿子，皇上不是先帝的儿子，更不能接受五国合力联盟寻衅大夏朝。可如果他们说的是真的，可话又说回来了，就算他们说的是真的，这也是大夏朝的家务事，关
他们屁事，什么爱与和平？他们分明就是想借这个由头对大夏朝发兵，还要让皇上背一个不仁不义的骂名。皇上听着底下的议论声，似乎变了味儿，急得嘴里起了个大泡。我的娘啊，真想要做点什么事儿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你们要不要这么激进啊？皇上飞快地看了兵部尚书一眼，怎么又是我？刑部尚书、工部尚书、户部尚书，他们都知道您的计划好吗？为什么又是我？你离得朕最近。兵部尚书无力地吸了口气。兵部尚书朝西秦使臣道：是不是只要我们肃清我们的家务事，你们就不发一兵一卒的退兵？不错，这话我们如何相信？我可以立下字据，并且盖上我西秦陛下的印章。龙椅上嗖地飞向兵部尚书。朕要这个，你去给朕搞到。这个本官要验明真伪，随便看。我们会尽快查清我们大夏朝皇室的血脉问题，所以在我们查清之前，你们压入我们边境的兵不得出击。不行，我现在就要一个结果，否则我西秦大军在边境每一天的吃喝开销，你来负责吗？还有我南梁，还有我西蜀，还有我大齐。户部尚书一脸紧张，唯恐让他出银子，朝兵部尚书低声道：我没有银子。说是低声，大家都听得到。一旦开战意味着什么？你做兵部尚书的比我更明白，服尸变也都是轻的，国库里的银子流水一样的花呀。大战过后至少5年，民间苛捐杂税加倍的翻，你想过没有啊？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户部尚书一脸震愕地看着兵部尚书。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那什么时候是啊？等到5国联军进攻我大夏朝的时候吗？等到血流成河，将士成枯骨的时候吗？户部尚书转头看向众朝臣，我的意思很明确，我不要打仗。去你娘的明确！我大夏朝是我大夏子民的大夏朝，外敌入侵，你说你不要打仗，你要把自己皇帝赶下去，然后阿谀奉承那些外国人吗？就算老夫就剩一口气，老夫也愿意将这口气用在西秦边境，就算是用咬的，能咬死一个西秦兵，老夫就死得其所了。我们不愿意打，但是我们不怕打。5国联盟算什么？我就不信平阳侯能为了这些皇室当缩头乌龟。只要平阳侯肯战，我就奉陪到底。你不愿出银子，我捐。对，我们捐。朕很感动，但是此时不需要啊，都怪朕把你们培养的太优秀了。皇上一记眼神看向兵部尚书，想在我大夏朝的金銮殿上耀武扬威，还轮不到。就算是我们陛下不是真的龙脉，也轮不到你们插手，我们自己会解决。想打是吗？来呀！大家冷静点，我觉得这件事关系到黎民百姓的平静生活，也关系到大夏朝皇室血脉的纯正。老夫一直以为我们御史才是那种崇尚繁文礼节、崇尚祖宗规矩、不知道变通的老顽固，却没有想到兵部尚书你居然比我们还要顽固。不错，什么皇室血脉，只要这江山治理得好，百姓安居乐业，那就是好皇帝。对，就算陛下不是先帝亲生，就算先帝是陛下下毒毒死的，可是陛下的江山治理不是很好吗？大夏朝的百姓觉悟不够高吗？如果是这个时候，我们迎接大皇子回宫，赶下陛下，那势必会引起朝局动荡，这朝局动荡势必会引起百姓动荡。赶下我们的皇帝，你们不怕被百姓万人大游行吗？西秦领队一张脸刷的就白了，条件反射，单纯的条件反射，并不上述。他还能说什么？群臣觉悟已经高到这种地步，他在说什么？不就等于卖国求荣吗？以前不觉得他们这些同僚觉悟都这么高，你们贪赃枉法的时候没见你们觉悟这么高呀。群臣这是一回事吗？贪赃枉法那是自己关起门来搞事情，现在是别人冲到咱们家来挑衅，那能一样吗？兵部尚书，你们都能听懂我心里想的吗？还在心灵交流的？就在兵部尚书绞尽脑汁挖空心思琢磨，户部尚书上前一步，各位啊，打仗是要花银子的，就算是你们捐款，你们捐的那些能支撑多久啊？现在是他们5国联盟摆明了要攻打我们，北燕就算与我们联手，我们想要不做亡国奴，这场仗怕是要打个10年8年的。10年8年，各位还支撑得住吗？百姓还支撑得住吗？我大哥平阳侯苏澈为军数万，征战数年，为的只是仁义之事、仁义之战。可如今这战役，各位真的觉得有必要打吗？只要陛下还皇位与真正的天子，他们就退兵，我大夏朝无任何的损失呀！放屁！我们的损失大了去了。我们的皇帝是谁？凭什么让别人指手画脚的？我们的皇帝是谁？凭
凭什么让别人说了算了？可大家有没有想过，我的侄女肃清极有可能是被他杀死的？如果是这样，我大哥真的还能满腔热血地征战南北吗？而且我提醒各位，一旦五国联盟进攻我大夏朝，各位想过五国联盟的意义是什么吗？那就意味着我大夏朝腹背受敌，365度无死角的被人进攻啊！平阳君骁勇，大夏朝有第2支平阳君吗？赤云君他会真的拼尽全力去抵抗外敌吗？只怕战争打响，赤云军第一个缴械投降。大家不要忘了赤云军的主帅云王是怎么死的，更不要忘了那些将士对他们主帅的感情。各位只觉得五国联盟前来此处是挑衅我大夏朝，是来威逼我们的，可他们就我的猜测，应该是受到了大皇子殿下的拜托吧。不错，正是你们的大皇子拜托我们如此。我西秦与大夏朝历代和睦，不忍先帝遗孤被人追杀，被天下人唤作逆贼，更不忍大夏朝先帝血脉无存。南梁使臣就道：绝对不是我们要干涉你们的朝事，实在是如果我们不干涉，那大皇子就要永远背负恶名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先帝在天之灵如何呀？大夏朝历代帝王在天之灵如何呀？是啊，大皇子未必就不是一个好皇帝。我听闻大皇子仁厚有爱，能力也足，这样一个皇子怎么可能做出残害手足、弑君杀父之事？只怕是大皇子知道了你们皇帝的身份，你们的皇帝为了自保，先下手为强。这样卑鄙之人，你们还要护着他，却伤害大皇子那样一个仁厚的主君。是啊，多年来大皇子殿下一直仁厚仁爱，对其他皇子也是照顾有加的。突然之间爆出大皇子欺骗利武皇子，紧接着大皇子就谋逆，这实在令人震惊。对呀，也许大皇子真的没有那么坏，总算是唤起你们对大皇子的维护了，朕这就放心了。从来没见过这么奇葩的皇上啊，想方设法把自己赶下皇位。希望各位三思啊，这是打仗，不是在家里过家家打着玩。五国联盟对抗大夏朝和北燕联盟，这场仗一旦开打，真的是要历时8年10年的。我们有和平解决的方法，为什么要动手呢？为老百姓想想吧。放屁！你们就是怂。总而言之，我绝不同意我朝政时由他国指手画脚。这不是怂，也不是我们任由他国摆布，这是识时务，这是忠于大夏朝，这是爱护百姓。我们可以低头，只要我们低头，能让我们的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，不就够了吗？不错，你满嘴仁义道德，可你的仁义道德只不过是你自己顽固作祟，你图的是你自己的名节，是你自己的刚烈，是你自己内心的满足，可你没有为大夏朝的百姓着想。胡说，我怎么就没为大夏朝的百姓着想了？难道大夏朝的百姓愿意做亡国奴？我大夏朝全是铁骨铮铮的汉子。谁说换了皇帝就是亡国奴了？当然是亡国奴。大皇子一旦登基，他名义上就是咱们的陛下，可他就是这五国手里的傀儡。一个傀儡皇帝统治下的百姓，不是亡国奴是什么？对，我大夏朝的子民宁愿血战致死，也绝不做亡国奴。大殿之上，群臣舌战，几乎要打起来。诸位放心，我们只是帮助大皇子登基，绝不干涉贵朝任何内政。我们凭什么相信你们？你们兵部尚书手里拿着的那道盖了我朝陛下玉玺的宣旨，就可以证明这只是你西秦。万一南梁作祟呢？万一他们作祟呢？我们一样保证绝不干涉你们的内政，口说无凭。如果让他们几国也写下盖了玉玺的保证，大家可否就放心了？不错，我们愿意迎接大皇子殿下回朝，可是他们必须保证殿下回朝登基，他们不再插手我大夏朝之事。哎，你们怎么这么蠢啊？无礼不起早，更何况兴师动众的打仗，如果没有利益，他们怎么可能帮大皇子出头呢？你们不要再被骗了。就算是许以利益，那也要比全国数年征战划算。没错，数年抗战，我们的国家又是战场，这样的损失我们承担不起，老百姓也不愿意遭受。臣等恳请陛下退位。
让位于大皇子殿下。疯了，你们都疯了！老夫今儿个跟你们拼了！陛下如此，怕是就算不让位也得让位了。那就恳请陛下为了黎民百姓，将皇位还给大皇子殿下。苏运，罔顾陛下那般信任你，将塔塔尔草原的兵马权交给你，将禁军统领的位置给了你，你分明就是早就与大皇子勾结，还要搬出什么所谓苏澈之言？你一个阉人，怎知我说的就不是我兄长所言？你们谁能确定我侄女的死不是皇上一手促成的呢？我侄女身怀有孕，却还要去参加比赛，这难道就是皇上对她的慈爱？我侄女分明一介女流，却要被逼成女扮男装征战沙场，这就是皇上的慈爱？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天道有轮回，做的孽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好你苏运，你也配说这样的话？人在做，天在看，上天怎么就看不清你卑鄙无耻的面孔？明明就是你与大皇子勾结，又勾结外敌，欺压陛下，还扭曲事实。来人，把苏运连带这5国使臣给我押下去。这天下还是陛下的天下，陛下一日是皇帝，就终究是皇帝。看清楚了，这才是禁军调令金牌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敢动？你这令牌还是陛下给的？那也是上天的安排，说不定是先帝在天之灵的安排呢。来人，给我将陛下送回寝殿休养。你们想要违抗这金牌吗？禁军的使命是什么？一切以金牌为主，金牌就是你们的最高调令，难道你们不知道吗？平阳侯府世代忠良，忠魂烈骨，你们人人知道。想必苏大人的意思也是平阳侯的意思，更何况陛下眼下这种情况还能主持大局吗？不错，送陛下回寝殿，恭迎大皇子进宫登基，这才是明智之举。一群禁军面无表情，开始在心里默默地数人头。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。要把皇上送下皇位的算不上大多数，可要算上这些外国使臣，那应该能算得上大多数了。怎么办？密令说的是大殿之上的人，这些外国使臣也算是人吧？算吧，算。然而就在禁军动手的一瞬，一直沉默的刑部尚书忽然一个原地空翻，直接飞身上了皇上所在龙椅的一侧。平阳军出征之前，陛下唯恐这京都变天，曾留下数千的平阳军秘密驻守皇宫。怎么，各位要和平阳军较量较量吗？禁军顿时步伐一顿，这种时候尚书大人就不要做这种无谓的反抗了。我们又不是乱臣贼子，也不是朝廷逆贼，我们只是匡扶皇室而已，也不危害陛下。给我把他抓起来！然而禁军目光齐齐看向皇上背后45度斜上方，他们的头正悄悄摸摸地悬在那儿，朝他们做了一个小手势，暂停。禁军神仙打架，小鬼遭殃。禁军一头雾水，一脸懵的立在那儿。苏运的话没有起到作用。谁能想到平阳侯府的老夫人是死于苏运苏大人之手？你胡说！把他抓起来，快！你们看不到我手里的金牌吗？我们头还掉在那儿呢，你看不到吗？对，你们看不到，我们头掉的隐秘。要不是他之前跟我们说他会掉在那儿，我们也看不到。苏运为何要杀死平阳侯府老夫人？当然是因为苏运勾结逆贼荣瑞，被老夫人发现，老夫人苦劝无效，被苏运残忍的杀害。胡说，全部都是污蔑，赤裸裸的污蔑！你只不过想要阻挡大皇子登基罢了。你为什么害怕大皇子登基？难道当年与陛下一起合谋害死先帝的人是你？勾结外人害死先帝，篡夺皇权？我说呢，原本不过是个7品的小官，居然一下子成为了1品尚书。原来还有这样不为人知的交易！快把人给我抓起来！悬挂在房梁隐蔽处的禁军统领朝手下做出了一个手势，行动。金銮殿上的禁军立刻不再犹豫，朝着刑部尚书和皇上就扑了过去。有大皇子党，就有保皇党。御史带头，一群朝臣朝着苏运就扑了过去。我看谁敢动！苏运都懵了，挟持他干什么？
么？你们放开我！我知道你们爱国忠君，可你们这爱是愚爱，是愚忠。你们要为天下黎民百姓着想啊！天下百姓谁想打仗啊？你们将那些使臣给我绑了，我就松开他。禁军，你搞错对象了，我们压根儿都不在乎他呀，我们在乎的是他手里的金牌，你倒是赶紧抢金牌呀！启禀苏大人，卑职已经将金銮殿全部围住，另外朝中重臣家眷也已经请进宫来。什么？居然让人绑架了我们家属？然如刑部尚书所言，你早就勾结了逆贼荣瑞。哼，只要各位配合，我们绝不会伤害大家的家属分毫。毕竟我们的目的很简单，让大皇子回来，将这大夏朝的江山交给他原本该有的主人，而不是这个偷盗者。请大家理智一点，这大夏朝的江山是百姓的江山，不是谁一个人的江山。五国联盟的话那么清楚，只要陛下让位给大皇子，一场战争也就免了。这样的买卖，你们怎么就算不明白呢？你放下刀，否则我可不保证你的家属。然而苏运这话没有继续说完，他背后的御史不知是受了刺激，还是实在喘得厉害，刀都没有拿稳，他手一哆嗦，苏运的脖子就被划开一道口子。苏运还说着话呢，只觉得大脖子一疼，一股温热的东西就流到了胸口，苏运浑身冰凉，不住的发抖。他还要受这从龙之功呢，怎么就能死了？他不能死，不能！快，传太医，快！没一个人管他，眼前一黑，苏运只觉得身子在下垂，然后就什么知觉都没有了。大殿之上仿佛没有一个人察觉到苏运已经死了，反倒是五国使臣和大皇子党的人眼睁睁看着苏运倒地。这场战斗的第一条人命居然是苏运。几个使臣彼此相视一眼，禁军外围齐刷刷有平阳军围了上来。平阳军不是全员去前线了吗？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你不是说所有平阳军都去前线了吗？现在这是什么？站在龙椅前，刑部尚书冷声道：现在相信了，这皇宫依然受平阳军保护，收起你们的歪心思，放下你们的刀。你们是皇宫的禁军，是陛下的禁军，要造反吗？造反？我们只是在迎接我们的新陛下，你们就没有接应之人？难道你们的全部打算就是让我们自己内部消耗？你们所受渔翁之利一点都不出力，到底有没有接应的人？要是有没有什么通知的法子？你倒是赶紧的呀！这些平阳军和苏青一个性子，就是没什么性子，杀人如麻。西秦使臣望了望倒在地上的苏运，似乎大夏朝不止苏青杀人如麻，就连这个御史也不简单呀。御史你想多了，我单纯的手抖。西秦的使臣，我这个眼神你都能看懂。御史咋的？你不服？西秦的使臣，烟花弹升空，大皇子会来接应我们，到时候大皇子的人围攻皇城，这些人就没有功夫和精力瞄准我们了。拦住他，快拦住他！刑部尚书大吼一声，朝着禁军副将扑过去。禁军副将接了这烟花弹，似有若无的朝龙椅方向斜向上45度看了一眼，转头出去，动作迅猛，不及刑部尚书上前，烟花弹已经点燃扔出。烟花弹升空，紧接着是一阵箭雨声刺破空气，发出咻咻的声响，似乎要将这烟花弹弹射下来。金銮殿上空气凝重，烟花弹在空中炸开。卖国贼！禁军副将只轻而易举一个反手，将刑部尚书一掌击打在地。殿内，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在做什么？这是叛国，叛国啊！大皇子殿下的人多久可以赶到十里铺？距离京都这么近，不足半炷香，一定有人冲来。你做什么？公公莫要慌张，我只是想要让陛下回他自己的寝殿安歇，以免陛下在这里，其他人受陛下的影响，做出什么不该做的举动，伤及家人。就让他在那里吧，他在那里对外面的平阳军也是个震慑。平阳军一贯奸诈狡猾，我们转移他，稍有不慎就会给平阳军机会。你们两个过去守着。两个禁军立刻上前。事已至此，希望你们能说话算话，等到大皇子登基，不干涉我大夏朝内政，莫要糊涂啊，莫要被他们迷惑了。这么看来，确定无疑，北燕与大夏朝果然是提前勾结了。是啊，幸亏我们没有上北燕的人来，否则真是要坏了大事啊。如此，我们怕是要派兵进攻北燕了，这样才能确保我们的计划万无一失。北燕地处南梁与西秦中间，
间，夹击北燕再轻松不过。等到这里结束，我们修书朝廷，便能立刻发兵。我觉得不妥，既然确定了北燕已经背叛我们的联盟，与大夏朝勾结，那应该立刻修书。这里有没有笔墨纸砚？不急在这一时。我觉得真的急在这一时。行军之事瞬息万变，一个瞬息可能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们早早发信出去，总是没错的。你们不要忘了，北燕三皇子可是早就离京回去了。对呀，我们现在写好了，就算是现在发不出去，等到大皇子一控制这里，我们立刻就能发送，也不耽误时间，争分夺秒啊！不错，北燕三皇子一早就离京了。说，哪里有笔墨纸砚？小内侍瑟瑟发抖，抬手指了皇上。龙椅背后有个暗室，承诺陛下休息，那里有笔墨纸砚。大人是进去写，还是我替您拿出来？这里你看好了。禁军副将一个点头，西秦领队率先抬脚离开。禁军副将眼底闪过一抹冷笑，一众朝臣人心惶惶不安地立在大殿之内。你真的要与逆贼为伍吗？禁军副将看了他一眼，没说话。殿下发兵，殿下发兵 ！No！ 异口同声，又把愚人惊天动地的一声吼，齐刷刷奔了出去，快速从十里铺奔向京都。父，儿臣已经给京都那些人送去消息，让他们做助攻。他要亲手将他的儿子送上。就在齐王抬脚的一瞬，突然齐王猛地回头，就见一个戴着面具的男子朝他冲来，一掌击在齐王的左肩，齐王被击中，向后趔趄去。大皇子吓得面容失色，扑通跌倒，连滚带爬朝一侧滚去，一面滚一面大叫：“来人，来人啊！”他马上就要坐上龙椅，天杀的，这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人？苏清都死了，平阳君都走了，荣恒都失心疯了，这到底是从哪儿的？大皇子瘫坐在地，都要哭了。他的皇位啊！齐王被一掌打得连连后退，并迅速做出迎战的反应，一个螺旋腿朝着那人飞踢出去。那人灵巧的避开，只在齐王面前一晃，人便去了齐王背后，手起掌落，朝着齐王的后脖颈子啪的就是一掌。如果父皇留给他的暗影都还活着，他肯定不会被这么轻易的袭击。可惜十里铺一战，山林一战，那些暗影死伤殆尽，眼皮沉沉合下，透过仅剩的一点缝隙，齐王看到面前的景物，飞快地画出一条线，线的终点是地面。大皇子一脸惊慌地瞪大眼睛看着他，身底一滩湿，眼皮完全合上，再无意识。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！不是我要造反，都是他逼我的，是他胁迫我，我是被逼的，我也是受害者，不要杀我！戴着面具的男子看着大皇子，眼底浮动着复杂神色。他俯身将倒地的齐王扛上肩头，脚尖点地，飞身离开。大皇子抽着眼角，直愣愣看着那人和齐王消失不见，久久回不过神。这就走了？什么意思啊？齐王比我重要，为什么把他请走了却放过我？难道我不够重要？他爬起来站起来，拍拍身上的灰，却拍了一巴掌时，他该怎么办？殿下呢？陶氏暂且不走，我们出发。京都那些被大皇子聚集起来要围攻皇宫的混混们，此刻围在城门口的小树林里。我们收了银子，拿人钱财为人消灾嘛。这种银子你收了，不怕朝阳街的大爷大妈来收你吗？大皇子是朝廷缉拿的逆贼，暗中与他来往，已经是私通逆贼的大罪了。如果再与逆贼合谋，伙同敌国分子威胁我们大夏朝的稳定，会遗臭万年的。这件事我宋哲不做，但是你们随意，我也无权阻止你们。只是请三思，陛下英明，我不相信大皇子能成功。等等，你凭什么说大皇子派出来的人是西秦和南梁的人？第一，西秦使臣杜之若无端挑衅九皇子；第二，黑虎岭尖子兵大赛，我们苏世子被南梁队员刺杀身亡；第三，一个时辰前听说西秦使臣与南梁使臣进攻；第四，你们在京都帮大皇子收集消息的过程中，曾有西秦使臣给过你们指引，这难道不够吗？我们是混混，是闲汉，是被人瞧不起又厌恶却又惹不起的恶棍，可恶棍也有所为有所不为，通敌叛国这种事我不做，因为我相信我就算是做了也会失败。陛下英明，国泰民安，我相信他的能力。听闻前几天西秦尚书杜之若秘密逃离京都，欲要回西秦，被我朝一群山野好汉捉住，扭送回京。山匪尚且如此，我们就活该很差吗？再怎么说我们比山匪好点吧。宋哲转身离开。兄弟们散了，该干嘛干嘛去。走了，碎花楼今天新来了头牌，没有苏世子的碎花楼，他娘的找了很多
乐趣。五国联盟的600精锐将士直扑京都，他们抵达的时候并没有看到与他们会合的传说中的神助攻。什么情况？难道有人趁着平阳君不在，意图篡位夺权？有胆大的老百姓在不远处围观，想要看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。大皇子一路车辇疾驰，最终马车在宫门口数丈外的大树下停定。你去看看什么情况？咱们本王之前安排的人没有来。车夫领命，转身执行。平阳君虽然彪悍，可似乎因为人手不足的缘故，防御的能力不是十分的好。宫墙城门上，平阳君摆出弓弩，连环箭弩刷刷射出，犹如一道道闪电，直劈那600余人。许是平阳君有些发慌，许是晋军从内攻击，这600人从外攻击，平阳君应接不暇，还有可能是这600人实在是功夫高强，箭雨在空中飞射。殿下，有件事奴才觉得实在有些奇怪。大皇子眼睛盯着他。奴才刚刚去查看那些混混为何没来，发现左右两侧的城门处并无一点战斗的痕迹，但是还是有平阳军在守着，而且守着的人数比这正门这里多了。大皇子眼皮微挑，你看清楚了？奴才特意数了数，左右两侧城门楼上至少有100人，而且奴才方才过去查看的时候，好像在那边看到了有平阳军拦住上前的百姓。现在奴才折返回来，人都不在了。车夫指了指鼓楼大街方向，什么都没有。奴才记得我们的马车赶到的时候，好像有百姓远远的看热闹，现在一个人也没有了，这太奇怪了。车夫正说完，还不及大皇子多想，那边的攻城战似乎已经结束，城门大开。车夫瞪大眼睛看着大开的城门，他就要成为新帝的御用车夫了吗？殿下，那边好像结束了。大皇子眼睛微眯，凝着那大开的城门。结束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你过去看看那边什么情形？车夫应诺，立刻跑了过去。宫里有苏运，有5国使臣，有被苏运收买的禁卫军统领，应该万无一失吧。派出去的马夫不过须臾奔了回来。殿下，奴才刚刚问了禁军，说是平阳军已经被彻底拿下了，他们正在攻营新地。奴才专门去侧面的城门看了看，那里的确没有平阳军了，都是禁军。那600多人呢？这个奴才不知，在城门口没有看到他们，甬道里也没有，许是直奔内宫。殿下，进去吗？这一刻他终是等来了。走。机智大皇子走近，守在最前面的2个禁军手中长矛一伸。我们收到的命令是恭迎齐王殿下，所以对不住殿下了。谁给你的命令？齐王殿下。胡说！父王怎么会给你们下达这样的命令？我是他儿子，难道他不允许我进去？殿下息怒，卑职等也是听命行事。齐王殿下一早就有吩咐，一旦攻城结束，第一个进入宫门的必须是他。看清楚了，就算是我父王来，这皇位也是本王的。你们是要犯大不敬之罪吗？拦别人也就罢了，居然敢拦下本王，有几个脑袋够砍？2人相视一眼。我父王今日一早从十里铺出来的时候身子不适，所以才让我独自前来。怎么，你们要让我父王带病前来，还是要本王去十里铺亲自请了他老人家舟车劳顿？若是病情加重，担得起吗？禁军便又低了低头。混账！你们面前站着的可是新帝，哪来的狗胆子，居然敢拦下新帝？滚开！转而看向大皇子。殿下，莫理他们，咱们进宫要紧。殿下，算了。那可是新帝。再说了，齐王和大皇子殿下谁先进还不是一样？齐王难道还能防着大皇子殿下？新帝未必就是他呀，万一是齐王，你我今儿的罪过就大了。嘘，这话你也敢乱说？我们的职责就是保证齐王殿下的计划顺利进行。至于是齐王登基还是大皇子殿下登基，不是我们能议论的。可齐王明明强调一定是他第一个进宫，你没听殿下说吗？齐王病了。真的假的？陛下，刚刚传来消息，齐王没有一起来，只有大皇子殿下自己进宫了。什么叫没有一起来？他是没有进宫，还是没有出现？从十里铺出来的时候，齐王就没有出现。皇上锁着眉心。陛下，我们的计划要改吗？暂时不用。就见大皇子一副人模人样的样子走了进来。恭迎殿下回宫。大皇子一路亢奋，此刻听到这呼喊声，再看面前跪着的一片人，各位快请起。殿下应该称陛下了。怎么，你们似乎不太欢迎我回来呀？在一个御史面前站定。无敌叛国，我们为什么要欢迎你回来？欢迎你回来将大夏朝的江山拱手送人吧！放肆！本王真命天子，大夏朝在本王手里只会繁荣昌盛。
御史被大皇子打得一个趔趄。韦玉碎，韦瓦全，我绝对不会做你这种卑鄙无耻之人的臣子。投敌叛国，我无颜面对列祖列宗。老宗，使不得呀！老宗，你莫要冲动啊！他犹如一支射出的箭，直扑金柱。本王倒要看看多忠烈。站在金柱旁的禁军副将却是身子一横，将冲过来的御史一脚踢飞，人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，重重跌在金銮殿外。一群朝臣齐齐松下一口气。大皇子冷目看向禁军副将：你什么意思？齐王殿下到达之前，这里不能再有血腥事件，这与齐王殿下的运势不利。这皇位是本王的，殿下恕罪，我们只听命于齐王殿下。大皇子一侧，他的党羽：放肆！谁给你的胆子，敢和陛下如此说话？禁军副将冷声道：自然是齐王殿下给的，殿下能有今日，也是齐王殿下一手安排，不然凭着殿下自己能得到五国联盟的支持，五国联盟支持的是齐王殿下。一群朝臣，不论是大皇子党还是其他的朝臣，无一例外，全都瞠目结舌地看过来。齐王安排？什么叫齐王安排？难道齐王还活着？不可能啊！当年一场大火，齐王不是早就……啊？难道之前城门口贴着的通缉令，那个戴面具的人是齐王？我的天，齐王真的活着？太不可思议了！齐王要是真的还活着，那岂不是他一直在暗中谋划夺回皇位？那之前的云王是不是就是齐王安排的？先是勾结苗疆巫蛊之人，又是绑架太后，现在又勾结外国。天哪！陛下最初登基之时，威远军被北燕南梁勾结郑国公联手，里应外合，全军歼灭。这么看来，难道替郑国公牵线搭桥的是齐王？极有可能，要不然怎么现在齐王又能轻而易举的得到五国联盟的支持呢？不错，一定是因为早就有了来往。早年陛下登基，齐王为了夺取皇位，不惜将威远军数十万将士坑害，如今啊，又不惜我大夏朝的江山居然引狼入室，让西秦大军压境。天啊！齐王居然做出这样卑鄙的事！工部尚书一声怒吼：如果陛下当真不是先帝骨血，齐王才是。我们不反对大皇子殿下登基，是如果真的是齐王害死了当年的威远军，我们老百姓绝对不会支持他。那个流氓大爷突然就站了出来，他一直悄无声息地立在柱子一侧。闹出这么大的事儿，大家都忘了他们之所以聚在一起，是为了给这个大爷颁发勋章。大爷的爹是威远军。我们老百姓不看血统，我们只支持利国利民的皇上，谁做皇上都行。但是投敌卖国、陷害忠良、狗害威远军数十万英魂的人，绝对不行。不光我不答应，全天下的老百姓也不答应。水可载舟，亦可覆舟。大皇子蹙眉看着大爷：你是什么玩意儿？从哪冒出来的？我是个什么玩意儿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爹是威远军，他牺牲了。兵部尚书摸了摸下巴：殿下，齐王当真还活着？本王父王的确尚在人世，不过各位误会了。本王之所以能够得到五国联盟的帮助，与之前的威远军被害没有任何关系，只是西秦单纯的想要帮助本王讨回一个公道而已。刑部尚书就道：我们如何相信你？对，我们如何相信你啊？户部尚书也朝大皇子质问过去。工部尚书绷着脸道：我们不愿意打仗，也不想打仗，但是我们不怕打仗。如果当年的威远军全军覆没，当真是齐王一手造成的，我们宁愿打仗，也绝不让齐王沾染皇位分毫。没错，你如何保证当年之事与齐王无关？又如何保证如今的五国联盟不是觊觎大夏朝？兵部尚书冷声道。有脑子活络的大臣忽然察觉到不对劲儿，这几个尚书在之前五国使臣联手向朝廷施压的时候，并没有发表太多意见。在苏运被杀，禁军副将挟持了朝臣家眷的时候，他们也没怎么说话。现在突然话多了，而且这话音儿听上去似乎有引导性。脑子活络的人琢磨这个不对劲儿，朝龙椅上的皇上看去。皇上还是一副不能人事的样子，瘫靠在龙椅上，面色不大好。可福公公似乎没有太多焦灼的样子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而且大皇子能够走进来，足以证明平阳君并没有守住皇宫，皇宫沦陷了。这几个尚书哪来的底气质问呢？这个问题大皇子同样想到。这个就要等本王登基之后再慢慢与各位解释了。不行，
我们现在就要解释。不及旁人说话，那个大爷率先道：“你不配。”说着话，大皇子抵达皇上面前，群臣疏忽间屏气凝神，一个是还未退位的皇上，一个是夺位成功的新帝。我叫了你20几年的父皇，谁成想是认贼作父，窃取我皇家皇位，霸占这么多年，今日也该归还了。福公公忙去护皇上，殿下松手，陛下体弱经不住。不会说话了，真是可惜呀！你不会说话，如何向群臣承认皇祖母并非本王绑架劫持，而是被你这个人面兽心的东西亲自杀害的？什么？太后娘娘是陛下所杀？大皇子一把将皇上摔到地上，皇上犹如一滩烂泥，瘫在那里急促地喘着气。福公公心疼焦灼地去扶皇上，大皇子却是一脚将福公公踢翻在地。有人看不下去，想要阻止，却被身侧的禁军拦住。大皇子立在龙椅前，俯视群臣。本王当然不会骗你，太后千真万确死在他的手中。他之所以要秘密处死太后，就是因为太后知道了他身世的秘密。陛下是太后娘娘所生，太后娘娘怎会？太后娘娘怀胎10月生出来的孩子，早就被心肠恶毒的熹贵妃偷梁换柱，她就是那个被熹贵妃换进来的野种。皇上伏在地上，大口大口的喘气。底下的群臣议论不止，大爷就道：“你们皇家的事我管不了那么多，我只知道害死威远军的人不配称帝。你个老百姓在这里耀武扬威什么？把这老东西给我带下去！”禁军立刻看向禁军副将，禁军副将点头，便有禁军朝大爷走去。抓我做什么？这天下不光是朝廷的天下，还是老百姓的天下，我有发言权，而且我是来给我爹拿勋章的，凭什么抓我？想要辞官回乡的，本王不拦着；想要继续为朝廷出力的，本王诚心挽留。说着，大皇子一抖衣袍，在背后的龙椅坐下。天哪，我终于坐在这里了！兵部尚书就道：“如果殿下登基能换得5国西战，那么臣愿意追随殿下。只是还要殿下能澄清2点：第一，5国的确会西战；第二，威远军并非齐王所害。”不错，我们可以追随殿下，但是要殿下。本王征求你们的意见，是本王尊重你们为朝廷兢兢业业这么多年，但并不代表你们的意见对本王而言真的重要。本王想要和平登基，可也不排除血腥手段。兵部尚书蹙眉道：“殿下难道连5国是否要蚕食觊觎我大夏朝也不能确保吗？如果大人不想为官，请便。殿下只想着自己登基，就不为天下苍生着想吗？这是什么话？大皇子殿下就是为天下苍生着想才坐在这里，不然你以为大皇子殿下为何在这里啊？尚书大人不要忘了，5国使臣可还在呢。进去这么久了，怎么还不出来？什么进去那么久了？随着说话，大皇子才发现5国使臣不在朝堂上，而朝堂的地上躺着苏运的尸体。怒火燃烧，大皇子朝着脚边的皇上一脚踢过去。老东西！兵部尚书忙道：“就算他非殿下生父，可也是20几年养育之恩的养父；就算没有养育之恩，也是一个生命垂危的老者。殿下何至于如此？若非他，这皇位便是我父王的；若非他，我怎么可能20多年认贼作父？看来尚书大人很在乎他们。好啊，既是在乎，就让你们在一起好了。把人给我带到御书房偏殿里，严加看守。”皇上一离开金銮殿，叩见陛下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一声拜见礼起，大皇子一党的人齐刷刷跪地。大皇子欣赏着眼前的一幕，心满意足。你刚刚说什么进去很久了？5国使臣在殿下进来之前说是要去暗室写信，进去很久了还不出来，会不会有事？话音儿才落，外臣参见陛下。大皇子坐在龙椅上，只觉得整个人都是飘的。陛下的登基仪式还未择定日子吧？等到日子定好了，我南梁必定送上大礼，恭贺陛下登基。我西秦的大礼绝不会逊色南梁。其他3个小国跟着附和。日子定好了，必定与诸位同庆。今日朕朝中之事尚未处理完，就不留诸位了。5国使臣也着急将手中的信函送回各自的国家。偏殿，皇上与兵部尚书正说话，听到外面的动静，皇上立刻脑袋一歪，瘫在那里。大皇子一脚将大门踢开，抬脚进来。当初你全国下发通缉令搜捕朕的时候，可曾想过你会是这样的下场？一个随从就急急奔了进来。殿下，不好了！何事进入朕？一点规矩没有。殿下，那个马夫什么殿下？如今是陛下，放肆！出什么事了？启禀殿下，皇宫是空的，后宫没有一个女眷。啊！你们一冲进宫，合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后宫？那人，什么叫不见了？卑职冲进皇宫，因为宫中已经被我们和禁军把控，在禁军副将的指使下，我们就冲
冲进了后宫，结果后宫除了几个宫婢奴才之外是空的，连一个娘娘都没有。你说是禁军副将让你们去的后宫？是的，殿下，裴之从后宫出来，急急来向您回禀情况，发现那600多人不见了。大皇子倏地转头看向皇上，满意吗？你安排好的。在你很小的时候，有一次生病，太医院给你煮了姜茶水，你问朕为什么前一天的姜茶水没有这一天的姜茶水辣？你还记得朕是怎么告诉你的吗？朕记得朕告诉你，姜还是老的辣。不可能，你怎么能提前安排了？你5国使臣联盟进攻大夏朝，你怎么可能？5国联盟进攻大夏朝，你要眼睁睁看着江山百姓惨遭荼毒吗？生灵涂炭，就为了你一己私欲，根本不是先帝的亲生骨肉。朕是不是先帝的亲生骨肉，这个不重要。皇室血脉不容混淆，这个不重要，什么重要？重要的是5国联盟的使臣会向天下人宣布，朕是先帝亲生，他们是被你蛊惑利用，引狼入室，你才是大夏朝的罪人。当然了，还有你的生父齐王。都说打仗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。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，怎么只有你在？你的好父亲呢？那个说要把皇位夺过来给你做的好父亲呢？他怎么没有来？齐王被抓的似乎太过轻而易举了。小样儿，你是老子养大的，就算不是亲生的，老子也养了你20几年了。你撅起屁股，老子能不知道你要拉什么屎？福公公的白眼微微上移45度。您好歹是个皇上，这比喻能高雅点吗？朕一直都是实力派。这种场合之下，他似乎感觉到皇上与福公公在用眼神交流着什么不可描述的事情。陛下，时间不多了。朕可以明白无误地告诉你，早在你们从十里铺出发的1个时辰前，齐王就已经得到了消息。消息当然是苏运送出去的，所以齐王丢下你跑了。大皇子瞪大眼睛看着皇上，皇上慢慢地从床榻上起身。你要做什么？你果然不是朕的儿子。你放心，朕不要你的命，只要你为朕做好一件事儿，朕就留你一命。不可能，你怎么可能留我一命？我不是你亲生的，我要夺你的皇位。刚刚在金銮殿，我还踢了你一脚，你怎么可能饶我一命？因为朕胸怀苍生天下。福公公，重点！皇上，重要的事情翻3次白眼，兵部尚书。哎呀，这大概就是皇上不急太监急的大型现场。只要朕要你办的事你办好了，朕一言九鼎，会许你一条衣食无忧的后路。若是你不配合，朕也不勉强你，他们会给你一个很痛快的死法。说着，皇上朝禁军副将看过去，在大殿上，一直属于大皇子党派的禁军副将立刻抱拳领命。背叛我，从未归属，谈何背叛？苏运太自以为是，以为他收买了我，收了苏运的千两黄金，1套宅院。他给我的重金，我的确是收了；给我的宅子，我也的确是住了。但是这不妨碍我效忠陛下，毕竟拿别人的银子效忠陛下，给陛下省银子了。还能这样？朕就给你一盏茶的功夫考虑，考虑好了就告诉朕，是想死还是想要衣食无忧的活着啊？对了，朕听说你和苏阳的感情不错啊，等一切结束，朕把苏阳许给你。大皇子瞠目结舌地看着皇上，惊讶啊？这有什么好惊讶的啊？朕养了你20多年，你伪装成忠厚老实，朕被你给蒙骗了。这并不意味着朕傻，以前的许多事儿啊，朕只要是细细的回忆一下，分析一下，就能有蛛丝马迹。大皇子看着皇上，以前宁远心为了你愿意赴汤蹈火，可朕却记得有一次宫中宴席，你看宁远心的目光远不及看他弟弟的目光多，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？以前朕只当你是忠良，从不多想，可并非是朕不会想。比如说你跟前那些看似样貌平凡的小厮，
却都有一个样貌精致的好友，这是巧合吗？苏阳跟了你这么久，你对他不可能是没有非分之想，甚至你们绑架浮云，苏阳犯了齐王的大忌都没有被齐王杀了，这正是说明他看重苏阳嘛。哦对了，作为齐王的儿子，想来你还不知道他大忌是什么吧？是你派人救走了浮云？你当然不知道齐王的大忌，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把你当儿子，你只是把你当作傀儡而已。他想掌握皇权，可他那张烂脸做不上皇位，他只能利用你做他的脸。你要我做什么？自然是要你做皇帝。大皇子噌的抬眼看皇上，你既是答应了合作，自然有人告诉你要如何做。折腾一天了，这也累了，你也累了。御书房就有最好的床榻，你去歇着吧，那里会有人服侍你。大皇子一走，皇上转头朝兵部尚书道：他刚刚问朕，浮云是不是我们救走的？这么说，他们也不知道浮云究竟是何人救走的。九殿下那里没有收到任何消息，九殿下也一直在大佛寺，应该不是九殿下的人。王妃那里上次福星回来，听话音，他们完全不知道浮云被绑架过。不是苏青，不是朕，不是恒儿，那能是谁呀？我们派去监视十里铺的人被人敲晕在外面，会不会当初救走浮云的人就是今天劫走齐王的人？手法上很是相似。当初浮云被绑架，我们的人也打算动手相救，但是被人敲晕。与这一次齐王被绑走，我们的人再次被敲晕，手法相同。你的意思是说，齐王绑架浮云，那人救走了浮云，如今齐王逼宫，那人又劫走了齐王。可是朕怎么觉得齐王被劫走，反倒是等于被救一条命呢？臣也如是想，所以才想不通。如果当真是同一个人，那么这个人真够矛盾的，既要从齐王手里救人，打乱齐王的节奏和计划，又要救齐王。不对，他怎么会知道齐王有危险呢？荣瑞和苏运都不知道有危险，五国联盟的使臣也不知道这是圈套，别人又怎么知道呢？而且他为何单单劫走齐王，却放过荣瑞？哎呀，是啊，朕也觉得奇怪，我们的计划算得上是密不透风，那几个使臣都看不破，怎么会有一个突然冒出的人看破呢？除非他劫走齐王不是为了救他。若不是为了救，那是为了什么？勒索是不可能的，泄愤完全可以直接把人杀了呀，为什么要冒险将人劫走呢？齐王功夫不低，劫走齐王不是什么易事。哎呀，朕实在是想不出来是什么人劫走了齐王，又是什么目的。不过好在这并不十分影响我们的计划。是啊，只要不影响陛下的节奏，暂且可以搁置一旁。对了，陛下，那位百姓大爷已经安排离宫了，明日一早便由百姓围攻行馆，到时候五国使臣必定会要求朝廷解决，臣已经安排好人了。这段时间辛苦你们几个了。陛下言重了，为了大夏朝的基业。这厢皇上与兵部尚书说的话，那厢鼓楼大街旁一条羊肠小巷里，一家羊汤馆大门紧紧的闭着，屋里椅子上绑着齐王，双手胳膊是自由的。你绑了我做什么？绑了你，让你喝汤啊，喝吧，喝了就明白了。放心，我不会给你下毒的，这汤我做了一辈子，下毒早见了我的汤，要弄死你不必下毒。是不是想到小时候的奖赏了？你当做奖赏的汤都是陛下喝剩下准备到了的，每次你都赶着好时候，陛下正要到你就去了，正好呀到你肚子里了。你是秦公公，认出了，认出就喝吧。老奴是跟着先帝去了，所以眼下殿下面前不过是个羊肉馆的糟老头，而殿下您早就在那场大火也该没了，所以您也不是殿下，老奴只当您是老奴的亲人的儿子。为什么？我不想让你丧命啊。那皇位本该是本王的，他根本就不是父皇的血脉，他攻占雀巢，本王取回自己的东西，怎么了？皇位是先帝亲自传给陛下的，并且先帝一早就知道了，陛下不是他的血脉。不可能，父皇知道，怎么可能把皇位给个外人？父皇明明喜欢我。先帝是喜欢你不假，更宠爱你也不假，可那种宠爱是把你单独当作他的爱子的一种宠爱，而非君主的培养。这个道理你也不知吗？果然呐，你看先帝的选择是对的，你的脑子
没有那位好用啊！放肆！你个奴才，也敢如此说本王？我刚刚就说了，早就没有什么秦公公了，也没有什么齐王。我说的都是实话罢了。喝汤吧，汤凉了就不好喝了。本王不可能把皇位传给一个外人。父皇当年驾崩，一定是被人谋害。我明明记得父皇病重期间，曾经悄悄让你送过一次水晶肘子，可见当时父皇是装病的。是啊，先帝当初的确是装病，假装生病来除掉心腹大患。你放了我！你是父皇最信赖的人，现在父皇没了，你却助纣为虐，绑架了父皇唯一的血脉，你就不怕父皇在天之灵引一道惊雷劈死你？他虽然是帝王，但是千真万确没有引雷的本事，毕竟不是神棍。放了我！不可能，不然我帮你做啥嘞？锻炼身体吗？要是锻炼身体，我可以跟着朝阳街的大妈们跳舞呀！放了我！放了你是不可能的，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先帝的基业被你毁了，更不可能眼睁睁的看着你被陛下给宰了。毕竟你是先帝唯一的血脉了。即使知道我是父皇唯一的血脉，帮我做甚？你该帮我把皇位拿回来，以慰藉父皇的在天之灵。父皇驾崩必定是被他谋害，否则父皇怎么会突然驾崩？罔顾父皇那么信赖你呀，你就这样报答他的？对，我说让你喝汤，你偏不喝。看吧，汤冷了，还要再给你重新盛一碗。我不喝汤，放了我，狗奴才！可惜了，这是浮云丫头最爱的碗呐。你说谁？浮云丫头呀，就是上次你们绑架的人。是你救走了他的，我的那些火药是你炸了的。这话说的，我有啥本事能炸了火药？火药要炸，当然是火炸了他们。是人吗？能交流吗？那么多年大内总管怎么当的？浮云丫头比我孙女都和我亲，你绑架了浮云丫头，我自然要去救人。当初我是不知道是你绑架了她，更不知道你绑架她做甚。若是早知道，那时候我就连你一起救出。不需要你救，为什么你要阻止我？这世上的事呀，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呀？自然是因为关爱你，关心你，不想让你酿成千古恨。喝汤吧，我说了，喝汤，要不然一会儿我灌你，你可莫要怪我呀。你敢？我敢。你放了我！别幼稚了，都是成年人了，你可以提点理智成熟的要求，比如晚饭想要吃烧鸡什么的。绑架我是为了我好，为何只绑架我一个人，不管荣瑞？他又不是先帝的儿子，我管他做甚？可他是我的儿子。可我不是你的奴才，我是先帝的。陛下莫怪奴才，也没有别的法子呀。齐王自小就鬼点子多，奴才要是放开他，他必定还要继续的为乱呀。您好容易肃清的江山，奴才绝不会让人给毁了。内向，陛下，身为一国之君呢，不是您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，得看您需要做什么。一国之君，自是什么狗屁一国之君，自就是个傀儡。小内侍就继续阴恻恻道：所以啊，您既然都端正了心态，为何还要执迷不悟的生气呢？吐的可是您自个儿的血啊！你是魔鬼吗？陛下真是抬举奴才了，奴才现在不是魔鬼，不过您要是不按着规矩办，奴才很快就是魔鬼了。陛下要试试吗？如果他不照做，那个老东西一定会折磨死他的。把苏阳给我找来。这种事哪用得着陛下您吩咐？奴才早就把人给您备好了，就在玉妃娘娘的寝宫呢。我要太过分了，过不过分的奴才可不好说，这得看您和苏阳到时候怎么发挥呀。若是不过分，怎么有了您啊？这事儿今儿您当着文武百官亲自承认了的，您是齐王的种。坐在铜镜前，苏阳都要哭了。大皇子夺位成功，他就成了个女人。陛下，
您看他们把我弄成什么样子了？眼看到苏阳的样子，整个人如遭雷击。他们根本不把我当人看。您看，谁让你穿成这样？那是殿下，这不关我的事，是他们把我弄成这样的。我也不想啊，我也不想这样，是他们把我弄成这样的。殿下，我自己来。老匹夫，那老匹夫，他竟敢如此羞辱我！苏阳不知大皇子是何意思，是齐王殿下的意思吗？一切都是老东西的手段吧。大皇子按了苏阳，直奔主题。苏阳都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。一夜泄愤，一日一早，大皇子赤红着眼扬长离开。苏阳趴在床榻上，疼得一动不敢动。而此刻金銮殿上，大皇子对上一众朝臣，颁发了他第一次上朝的第一条指令，将临着西秦边境10座城作为两国友好往来的礼物送给西秦，将临着南梁边境10座城作为两国友好往来的礼物送给南梁，划分3座玉矿，分别送给余下的3个小国。另外命令兵部立刻修书给南梁战场的苏澈，让他即刻撤兵回朝，不得耽误，否则杀无赦。这几条指令一宣读，整个朝堂哗然一片，就连那些原本大皇子的追随者都惊呆了。这算什么？割地赔款吗？丧权辱国？为什么之前一直主张和平解决问题，绝不花1分1毫的户部尚书指着大皇子？难道这些就是大皇子请5国联盟给你做主的酬劳吗？难怪5国联盟打着什么爱与和平的旗号，不惜国力的捧大皇子上位。原来大皇子上位之后，他们能得到这么一块肥肉，10座城啊！大夏朝的江山一共才有多少？另外，大夏朝与南梁的战争人人都知道，侯爷都快要打到南梁割地赔款了，现在突然撤兵，这叫什么事儿？这不是投敌叛国是什么？而投敌叛国这个人却是他们新登基的皇上，可有户部尚书、工部尚书、吏部尚书、刑部尚书4大尚书带头，都开始攻讦大皇子。大皇子汗流浃背的坐在那里，他头顶暗处悬着禁军统领。大皇子想哭，真的想哭，任由众朝臣指责。你们抗议无效，朕已经签发圣旨，并且已经全国贴了告示，民间但凡有抵抗者，抓住了格杀勿论。朝臣们气的是面色铁青，一个大皇子的追随者指着大皇子怒道：我真是瞎了眼，才会以为你是个好皇帝。当初我宁愿死了，也不愿意辅佐你登基。今日之事就这般定了，朕心意已决，你们执行就是。刑部尚书便道：尚未祭天，尚未办过登基仪式，便算不得真正的皇上，充其量算是暂时主持大局的。对，算不得是真的。大皇子坐立不安地看着朝臣们，唯恐哪个愣头青一冲动，万一冲上去要他的命可怎么办？陛下既是无事，可以退朝了。听到退朝2字，大皇子大松了一口气儿，唰的起身退朝。说实话，那几条指令他都是坐上金銮殿的时候才拿到的，看到第一眼，心里默默将皇上咒骂了几百遍都不解恨。难怪要他暂做皇帝，原来让他做这种事儿。为什么皇上为何要割地给他们？他不是这种人啊！难道仅仅是为了让他引起群愤？御书房眼见着一群朝臣被门口的禁军拦下，吓死他了。很好笑吗？不出意外，不过1炷香的时间，各国使臣应该要来，到时候陛下可要拿捏好分寸。什么分寸？寸步不让，坚决割地赔偿。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傻，所以才让我做这种事？我怀疑你们就是这样想的，虽然我没有证据。好吃东西，御膳房的108道菜全都送来，如果你不做，我就算是死也不替你们卖命。陛下的命真是值钱了，居然值御膳房108道菜呢。去传菜吧。一眼看到那如游龙一般的长队，群臣的怒火犹如被泼了油。有小内侍立在御书房门口，耀武扬威的呵斥道：放肆！你们要做什么？逼宫吗？陛下在御书房休息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吵吵嚷嚷的以下犯上吗？莫要挑衅陛下的好性子。皇权面前，你们一文不值。莫要等到陛下抓了你们，你们才知道分寸。南梁使臣和西秦使臣有小内侍点头哈腰的引着走了过来，愤怒的群臣疏忽间找到了愤怒的发泄口，冲着南梁使臣和西秦使臣犹如过境白蚁似的一窝蜂冲了上去。南梁使臣和西秦使臣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啥，拳脚就招呼上来。西秦的使臣，他发誓这是有史以来最痛苦的一次出使。
从来到大夏朝的京都，几乎没有一天不挨揍，被老百姓揍，被群臣揍，愤怒在心头翻滚，握出的拳头便格外的生猛。一群人围殴2个人，有点施展不开。刑部尚书一声号令，大家齐刷刷分成8人一组，第一组上去打累了，第2组无缝隙衔接，然后是第3组，再然后是第1组，车轮战来回打。一侧的禁军怒吼着疏散人群，保护使臣，然而他们冲上来的步伐犹如蜗牛在减速慢行。就这样，南梁和西秦的使臣在御书园的院门口活生生被打了1炷香的功夫。校内侍凶神恶煞，朝群臣怒吼：陛下宴请使臣，你们却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，简直都是疯了！陛下口谕，每人罚俸3年，禁足3日，避朝3日，你们好好反省。大人，怎么办呢？再这样下去，这大夏朝的江山怕就成了西秦和南梁的江山了。我们回去商议这件事，不能这么继续下去了。这菜品本是朕给自己要的，没想到2位来了，既然来了便是缘，一起吧。鸽子汤味道鲜美，南梁使臣和西秦使臣都看呆了，这什么情况？大皇子难道看不到他们脸上的伤与衣衫的凌乱？为什么他吃的那么安详？你先下去，我和陛下有话说。奴才是侍奉陛下的。陛下，臣等有话同陛下说，还请陛下。难道他出去了，你们来跟朕布菜？既是陛下饿了，外臣便等陛下用过饭再说。这倒不必，有话2位直说。朕才登基，事情多忙得很，一会儿吃罢饭，你们未必就能见得到朕。陛下发布圣旨，要给西秦10座城池，陛下美意，西秦领了。可是这城池西秦不要，不敢要，也不愿意要。西秦与大夏朝和睦相处，西秦助殿下登基，并不是为了这些。开什么玩笑？10座城池打发他们，一旦他们收了这10座城池，他们敢保证，不等他们离开京都，这大皇子就得被赶下皇位。到时候老皇帝再次回来，他们吞食的计划未必就能顺利进行。2位费这么大的努力为朕铺路，助朕登基，莫说是10座城，就算是把大夏朝一分为2，拱手相送，朕都愿意。当然，你们肯定不会让朕真的一分为2，那你们成什么了？殿下，西秦真的是心甘情愿地帮助殿下，不要这10座城，还请殿下收回成命，不然西秦将如何面对大夏朝百姓？西秦成什么了？还请陛下不要将西秦置于不仁不义的地步。百姓算什么东西？他们如何想不重要。朕是皇帝，这大夏朝的江山朕说了算，朕说给就给，朕一言九鼎，谁敢乱嚼舌根？朕已经发出通告，杀无赦。这大皇子是个傻子吗？怎么，2位觉得让朕收回成命，朕没有按照2位说的做，你们打算走齐王的路子？朕才是95之尊，这件事就这么定了。朕感激你们的鼎力相助，这点谢意不算什么，大夏朝拿得出手。2位若是再说，那就是瞧不起朕了。进宫一趟，白挨一顿揍，西秦使臣和南梁使臣无功而返，气愤又无奈的从皇宫里出来，才出宫门，就远远看到面前乌泱泱一片人，经历过万人大游行的西秦使臣，条件反射的双腿一抖，身子就矮了下去。怎么了？西秦使臣指着前方的方向，南梁使臣顺着西秦使臣的手看过去，看着面前黑压压的人群。大夏朝也算是礼仪之邦了，怎么他们这里的朝臣一言不合就要动手呢？还有啊，这宫门口可是禁地，怎么老百姓说出没就出没，还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呢？怕是割地赔款引起民愤呐，大家来抗议请愿，大皇子真是蠢不可言呐！快跑，再不跑就来不及了。怎么回事？开门呐！开门呐！快点开门呐！到底出什么事了？你怎么怕成这样啊？朝着宫门一头撞去。我去，这是什么神操作啊？就在西秦使臣晕倒的一瞬，百姓们冲了上来，万人大游行正式启动，被无数百姓在半空中传递，屁股处传来难以忍受的痛楚。南梁使臣恨不得咬舌自尽。秋风凛冽里，他渐渐地成了个光溜子。就是他们祸害的我们大夏朝，逼得陛下退位，逆贼登基，割地赔款，丧权辱国。南梁使臣费力地转头，想要看清楚谁在说话。一转头，一张熟悉的脸出现在他面前，那个大爷。是那个大爷，当初他跟着小王爷来到大夏朝出使，小王爷欲要当街抢一个小姑娘，苏庆意外的出现，将小王爷打得门牙漏风。这个大爷就是那个小姑娘的爹。昨日在金銮殿上，他又看见这个大爷，当时觉得眼熟，一时没想起来。现在
不对呀，昨天在金銮殿上，这个大爷因为言辞过激，被大皇子命禁军带下去了。按照大皇子的性子，这种刁民必死无疑。这个大爷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的？没错，这大夏朝是我们老百姓的大夏朝，割地赔款，丧权辱国，我们不答应，不答应，对，不答应，不答应！激烈的叫喊声快把南梁使臣的耳朵给喊聋了。另外的3个小国的使臣，3个人揣着胳膊靠在墙根下的太阳地儿，正眯着眼看，赫然是我们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南梁使臣，我们要见皇上，我们要见我们原来的皇上，你贼滚出去，滚出去！大皇子坐在御书房，这就是他想要的结果，有意思吗？这样玩有意思吗？7、8年纪，没想到他这么恶趣味。小内侍还是不说话，不过须臾，另一个小内侍便急急地奔来。陛下，群臣求见，叫您去金銮殿。大皇子朝身侧侍奉的小内侍看过去，又要玩什么把戏？方才当着南梁西秦使臣的面，陛下表现得很好，还希望陛下要继续好好表现啊！毕竟是成全了皇上，也成全了您自己。等銮金殿结束了，是不是我就没事了？这个奴才不知。那老东西亲自签发的圣旨，保我平安的。他不会卸马杀驴，对不对？这个奴才就不知道了，奴才就是个伺候人的。金銮殿上，群臣就位。朕知道是什么事，无非就是你们觉得不该割地给西秦南梁这件事，朕心意已决，你们不要再说了。朕能来，是朕念在你们往日劳苦功高的份上，并不代表朕怕你们。就算你们真的集体罢官，朕也不怕。在今日之前，我们都尊你是皇上，因为你是齐王骨血，因为齐王是先帝的骨血，因为只有你登基，才能让西秦退兵。我们不想劳民伤财，可现在我们宁愿打仗，不错，我们宁愿花干国库的每一块银子。割地赔款，我大夏朝成了什么？凭什么割地赔款，丧权辱国？所以，如果你不收回成命，我们便让你告老还乡。放肆！反了你们了！反了的是你，不择手段夺位的是你，将朝堂搅得乌烟瘴气，将政务搅得一潭浊水的人是你。我们允许你为了天下和平登基，但绝不允许你投敌叛国，出卖大夏朝。不错，我们的江山我们守着。殿下，您夺位登基，看在天下和平和先帝的份上，我们都能接受。可是您割地赔款，这实在有些过分啊！殿下，是不是有人逼您？朕怎么就丧权辱国了？那10座城听着是10座，很庞大的数字，可都是无人之地，就是我朝百姓也甚少在那里居住，把自己不需要的东西给了别人，还能得到他们的感激，难道不是明智的选择吗？大皇子虽然混账，可是演戏倒是出色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把自己不需要的东西给了别人，那怎么就成了不需要的东西了？临近南梁的边境是我朝的湖泊山川，每年多少矿产从山脉下开采呀！临近西秦的草原，我们的战马，百姓吃的牛羊，有钱人家用的奶豆腐，哪一项不是来自大草原？怎么就成了无用之处啊？就算是自己无用的，也绝不送给别人。我大夏朝的规矩只有一样，只从外面拿，从不拱手相让。历代帝王哪一个如此丧权辱国？就算是当年威远军全军战败，大夏朝军事实力处于最低谷，我们也不曾真正的割让土地。这一次就因为他们助你登基，你就要割地？你到底把大夏朝的江山当作什么？帝王的玩具吗？殿下，您三思啊！只要您不割地赔款，如今您已经登基，我们会拥戴您，将大夏朝治理好的。殿下，冷静点啊！大皇子无动于衷，心里一边咒骂皇上那个老东西坑他。既然殿下如此执迷不悟，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大夏朝的江山落入敌国之手，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江山被毁。我们不承认你的帝王之位，我们要见陛下。反了你了！来人，给我把他压下去！大皇子语落，立刻有禁军上前羁押刑部尚书。殿下当真以为我们今日进宫就是凭着一腔热血一具肉身吗？来人，把禁军给我拿下！疏忽有人带刀冲了进来，禁军副将已经被人绑缚，扭拽着拖进来。你们要造反！殿下当初夺位能靠着苏运收买禁军，我们不过是照猫画虎。一个人从大殿外徐徐走进来。老九，
这次不是演戏，是真的瞠目结舌。老九不是因为苏青的死已经失心疯了吗？不是每天烂醉如泥吗？现在怎么不及大皇子脑子有所反应？本王庆幸当初听了王妃的话，在青云山养了一些精兵。当初养精兵不过是为了一句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古话，不成想今日竟派上了用场。本王一直尊敬大哥，就算是昨天大哥逼宫，我都从未想过要如何。毕竟大哥是先帝骨血相传，却没想到大哥竟然做出如此令人愤怒之事。我大夏朝的国土不容任何人侵犯，犯我国土虽远必诛。你不是哼，失心疯是吗？真让大哥失望了。苏青去世，我的确悲痛万分，可再难过的心情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就绝不允许有人分裂我大夏朝的疆土。将士们用鲜血打下的江山，谁都无权分割。来人，把他给本王拿下！我看谁敢！群臣，这圣旨您居然随身装着，大皇子！你们以为我愿意啊？明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下场，现在还要卖力的蹦跶，谁想过我的心理阴影面积啊？大皇子身侧的小内侍依然低头垂眸，一言不发。难道还有戏？我只是个配角啊！什么是配角？就是不重要的人，就是出现不了几次的人。放过我好不好？大皇子举着圣旨，你们要忤逆先帝吗？金銮殿外又一道声音传来：住手！我看谁敢碰陛下一根手指！周二，你是周二，你不是已经你。荣恒眼角一抖，蹙了蹙眉心，打量面前的人一眼。周二，听闻昔日齐王麾下最为得力的死士有3名，亲兄弟周大、周二、周三、周4、周5、周6，能不能起名字走点心？周大妄图刺杀我父皇，被万箭穿心；周三妄图刺杀我父皇，被烈火焚烧。唯有周二下场好点，只一杯毒酒送命。震得大殿都在颤抖，群臣面色凝重地望着他。你就是那老东西的九子，听说病秧子皇子娶了巾帼英雄苏世子。这话刻毒了荣恒，也刻毒了苏青。放肆！你是什么东西，敢说殿下与王妃？荣恒的死士也上前。在下不是什么东西，机缘巧合，当年一杯鹤顶红没要了在下的命，倒是让在下有机会结识塔塔尔草原的族长，更让在下有机会将其取而代之。金牌晃出，塔塔尔草原的免死金牌。荣恒沉着脸看着周二：你是塔塔尔的族长？你们只以为塔塔尔草原的族长是塔塔尔部落的人，却想不到我这个早在数年前就死了的人才是塔塔尔草原的统治者。刑部尚书大喝一声：是塔塔尔草原的族长救了中毒未亡的你，你却恩将仇报，将他杀了，取而代之。然而周二并不在意。愚蠢的人不配活着，塔塔尔草原需要更睿智的领袖。难怪塔塔尔草原会作乱，原来根本不是草原作乱，是你这头恶狼在作乱。就说塔塔尔草原怎么会勾结齐王，怎么会勾结定国公，怎么会勾结西秦？原来是你，根本不是先帝识人有误，是你。先帝那一样是个蠢的，他若不给塔塔尔绝对的自由，他若要求族长每年入朝述职，又怎么会给了我这个机会？塔塔尔草原的族长数年不曾进京，山高皇帝远，谁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统领者？我明白告诉各位，塔塔尔草原离开那日，我便带了全草原最好的勇士，皇位齐王的，齐王不要便是齐王儿子的，谁想要夺了去，要看看我的勇士答不答应。他恰好走到大皇子面前，单膝跪下：吾皇万岁，罪臣来迟，让陛下受惊。大皇子都惊呆了，下意识转头去看身侧的小内侍，不在了，人呢？让陛下受惊了，罪臣保证这皇位只要罪臣在一日，陛下便坐得安稳一日。你真的是父王的人？罪臣是齐王殿下的人，也是陛下您的人，有臣在，无人能欺负了陛下。我能来到这里，足以见到外面现在是什么情形，你们最好老实些，否则莫要怪我将这朝廷大洗牌。能人贤才有的是，朝廷不缺你们。刑部尚书愤怒的：你知道他要做什么吗？他要割地赔款，他就算要把龙椅让给西秦的皇帝，只要他高兴，我就愿意护着他。诸位难道不知死士的最基本守则是什么吗？唯命是从，不问对错。你人群里来人，把这病秧子给我拿下。长青立在荣恒的身侧，我看谁敢。把这狗奴才一并拿下。跟着周二一起进殿的7、8个勇士直扑荣恒，荣恒带来的那些死士立刻上前阻挡。勇士们虽然骁勇残忍，可荣恒的死士们功夫也不差，双方打得不可开交。这
正打着，大殿外一个小内侍跌跌撞撞奔了进来。不好了，皇宫被人包围了！吓得大腿一软，跌倒在地。群臣面色更沉，荣恒立在殿内，只要本王尚有一口气在，就绝不允许你侵犯我江山分毫。很快你就没气儿了，你这死士能有几个？外面我可是有千军万马。就在他头顶上方有一根极细的透明绳缓缓垂了下来，绳子打了个结，系了个圈。大殿上有眼尖的人一眼看到房梁上伸出了一只手，手背有刀疤，这是谁？族长，小心头顶！周二一愣，下意识抬头。就在他抬头一瞬，在房顶藏了许久的禁军统领冲他呲牙一笑，笑得格外开心。一切具备，就请抬头，完事儿。禁军统领话音未落，那绳子的一圈就套到了周二的脖子上。他用力一拽，不及周二反应过来是啥，整个人就双脚离地悬空起来。大皇子吓得差点在龙椅上尿了，脱口：妈呀！禁军统领从房顶跳下，大皇子瞠目结舌。什么时候他头顶还藏着一个人？他怎么不知道？趴下！刑部尚书带头扑通趴倒在地，别人压根儿不知道发生了啥，反正眼见别人趴下，自己也跟着扑通趴下，膝盖撞到大理石地板，撞得差点哭了。他们趴下，周二的勇士齐齐冲向禁军统领，而他们背后不知何时有平阳军手持剑弩齐刷刷射箭。平阳军的射箭技术一向顶级，箭雨飞射而出，空中就像是有大雕中箭，啪啦啪啦落下，所有的勇士被射落在地，露出负手而立的禁军统领，眼底闪着兴奋的笑容。大皇子身下一片湿，太可怕了！群臣年度大戏啊！待到大殿上的勇士被收拾完，群臣在刑部尚书的带头下起身，一个御史撑着老胳膊老腿站起来。他们外面还有人把咱们包围了，怎么办呢？另一个御史：原来禁军没有叛变啊！禁军统领朝荣恒走过去，双手抱拳朝荣恒行礼。诸位不必担心，殿外之人应该就在刚刚禁军统领收拾周二的时候，同时被禁军料理了。禁军皇宫的亲卫队守护皇宫，同样守护了大家的安危。周二被除，那我们的家眷……禁军统领便道：之所以抓了大家的家眷，是怕周二和荣瑞用家眷逼迫大家，酿成惨剧。现在各府家眷皆在后宫，平安无事，各位大人可以将人领回去了。从头到尾，禁军都没有背叛，那么之前我们经历的那些都是假的，我们被利用了吗？对，我们是被利用了，是不是啊？御史的目光齐刷刷落向荣恒，荣恒一脸无辜的立在那里，他也等着禁军统领解释呢。在大佛寺老和尚的谆谆开导之下，他这几天真的是喝的烂醉如泥。本来他既不难过也不伤心，毕竟苏青没死，可架不住老和尚劝导，不知道老和尚使用了什么法术，劝得他越来越伤心，喝得越来越多，烂醉如泥。然后今儿一早，福公公突然去了大佛寺，他还昏昏沉沉，被孕吐和酒后的反应折磨得要死要活的时候，福公公稀里哗啦说了一通，让他带人救驾，可他孕吐不止。这个时候，那个该死的老和尚又出现了，给他喝了一碗比酸辣汤浓汤还要浓的玩意儿，然后在他背上扎了7、8针，他就立刻不吐了，头疼也消失了，整个人神清气爽，就跟脱胎换骨似的。然后就是现在了，到底什么情况？荣恒朝着禁军统领看去，等他作答，眼角余光发现一众朝臣都看着他。禁军统领垂着头，一副非常恭顺的样子，荣恒整个人就像被雷劈了一样。殿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一切都是您安排好的，对不对？你是要给九王妃报仇吗？为什么要这样？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们？朝臣将荣恒包围，问题接连不断。人群外围，几个尚书并禁军统领同情地看着荣恒，常见坑爹，少见坑儿，年度大戏啊！一个年轻的御史咄咄逼人地问：殿下，您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？您一早就知道塔塔尔草原的统领是周二了吗？今日这一切是为了除掉周二吗？殿下，请您实话告诉我们，我们是朝廷的朝臣，不是任由您玩弄的玩具。让他怎么的？他也是受害者好吗？好端端的媳妇儿被死了，好端端的他被老和尚灌醉了，好端端的他来救驾了，可是他说了有人信吗？该死的禁军统领都说了，他都听命于他。荣恒愤怒的朝禁军统领看过去，越过人群，禁军统领接到这一目光，化作一脸恭顺。荣恒看向那些目光灼灼的群臣，常青立在一侧扯了扯荣恒的衣袖，给他一个眼神暗示。荣恒立刻心领神会，朝着最近一个御史一个作呕孕吐过去，吐完就后悔，不对，
对呀，苏青死了，他不能吐啊！烂醉如泥都是为了掩饰孕吐，长久不吐血，他已经丧失了这项技能了。群臣瞠目结舌地看着荣恒，被荣恒孕吐的那个御史一脸愤怒地朝后退了一步。苏世子都死了，殿下还要再利用他吗？良心不会痛吗？她是你的发妻，没有她哪有你呀？她是他的发妻，不是他的母妃啊！没有他也有他。大家听我说，闹出这一切没有提前告诉大家，实在是本王的不对。最开始本王实在也不知道齐王还活着，更不知道齐王、荣瑞和西秦那些国家达成联盟。众朝臣的脸色。那天大皇子忽然发兵进攻皇宫，因为他手里兵力太强大，禁军统领唯恐在宫中与京都酿成流血事件，便让禁军副将假意投降叛变，这些都是他自己的主意，与本王无关。事发的时候本王还在大佛寺悼念亡妻，后来五国联盟逼宫，又拿出先帝遗诏，又揭露我父皇的身份。本王知道后只是想着，既然齐王才是先帝骨血，我父皇不是，这皇位荣瑞得了便得了吧。不孝！那个也没想到荣瑞居然割地赔款分裂国土，本王立刻就决定要阻止他。后来禁军统领告诉本王，荣瑞背后的支持者是塔塔尔，荣瑞被群臣发难，塔塔尔那边必定坐不住。只是没想到塔塔尔是忠诚的塔塔尔，周二才是那个罪魁祸首。这么说，殿下你之前并不知道周二才是塔塔尔的首领？不知。各位家眷尚在宫中，几日受惊，还望诸位大人体谅。现在各位大人就带家眷回家吧，在家中歇息歇息。荣瑞分裂国土的事，还请各位献计解决。便散去。他们一走，荣恒怒目朝着几个尚书和禁军统领看过去。怎么回事啊？刑部尚书立刻道：臣等也是听从陛下吩咐。殿下有什么问题啊？去问陛下吧。臣等还要去照顾家眷呢。刑部尚书一走，其他几个尚书立刻跟着离开。臣要带着周二的尸体去见陛下，殿下一起。御书房，荣恒一脸愤怒抵达的时候，皇上正在收拾东西。父皇，您这是做什么？你来了，坐。那日在金銮殿被荣瑞逼宫，后来被他禁锢在偏殿，朕着实受了些伤。御医看了，说朕这伤啊需要静养，朕打算去虚山行宫待些日子，这里呢就交给你了。荣恒差点炸了。父皇，您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你看呐，朕连说这么一句话都上不来气儿。我怀疑你在坑我。傻孩子，哪有不坑儿子的爹呀？等你有了儿子，你也去坑他。荣恒盯着皇上，觑着他眼底的神色，须臾突然抬手朝着自己的胸口一刀戳下去。皇上以为荣恒愤怒下丧失理智，居然要刺杀他，吓得慌忙一闪，身子一偏，眼睁睁看着荣恒那一刀落在自己的胸口上。荣恒嘴角慢着笑，仰面倒地，胸口血迹烟糊。福公公都惊呆了，这父子俩为了不当皇上也是真拼了。皇上噌地从椅子上弹起，震愕地看着倒地的儿子，一张脸憋得紫红。算你小子狠！转而朝外面大喊：快传御医！一刀戳进胸口，偏离心脏，没有生命危险，但是因为伤口过深，怕是要昏迷至少半个月以上。这就是命，所以自己造出的烂摊子还得自己收拾。哎呀，朕怎么这么命苦啊！看到那些箱子，皇上差点哭了。朕的退休生活差点就实现了。朕决定了，等到苏青一统天下那天，朕要暴毙庆祝。福公公，你真有追求。几个尚书就来了，看到面前坐着的人居然是皇上，不是九皇子，几人一脸惊诧。他也想退休啊。朝兵部尚书道：事情如何了？启禀陛下，京都的百姓将西秦使臣和南梁使臣集体游行，逼大皇子退位，让您再次登基，收复国土。荣瑞那里如何？已经被送到玉妃的寝宫了，苏阳也在。陛下，不好了，大皇子殿下在玉妃寝宫被苏阳刺杀了。总算是结束了。刑部尚书便道：苏阳刺杀荣瑞，刑部会对苏阳一律问斩。荣瑞丧命，陛下明日顺理成章再次登基。苏阳杀人犯法，问斩。荣瑞葬到山野吧，莫要草草扔了，给他一个坟。陛下对荣瑞太过仁慈。户部尚书道：造坟是要花钱的。罢了，此人从此不再提。王氏已经搬出去了，平阳侯府现在……刑部尚书就道：苏韵有一房妾室，名唤芸娘，现在在府中主持着大局呢。罢了，苏韵之事是他一人之事，平阳侯府还是忠烈府邸，不该罪赦何府下人。那宅子就暂且给芸娘住着吧，至于如何处置，等苏澈回来让他自己定夺。理当如此，只是
芸娘不过是一个姨娘，在府中日子尚短，只怕压不住人心啊。这府中下人要是闹事，怕是要坏了平阳侯府的名声了。平阳侯府这怎么说都是苏青的娘家，朕从惠妃寝宫挑一个老嬷嬷过去。刑部尚书也懒得再想。陛下，塔塔尔那边如何定夺？发现周二并塔塔尔族人，而是齐王当年死世的，是苏青派到塔塔尔探寻情况的平阳君。他对塔塔尔那边的情况比我们还要熟悉，朕已经给他授权，让他全权代理，且听消息就是。至于周二也不必提起他，毕竟塔塔尔叛变并不真的存在，朕也不想让这件事情公之天下。是。齐王搜寻的如何？刑部尚书摇头，没有一点消息，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般。哎呀，罢了，不去想他。周二除掉，没了塔塔尔的源源不断支持，没了荣瑞，他活着也不成什么威胁。接下来我们全力应对一统天下之战。原本这些该交给荣恒了，那个兔崽子，等他伤好了，朕就让他去鼓楼大街扫1个月的街，不是1年。这番事群臣问起，你们只说是恒儿安排的，反正恒儿昏迷着。几个上书，国家有难，匹夫有责，连老百姓都这么尽职尽责，他作为皇子理应付出，昏迷也该物尽其用啊！就这么定了。亲爹吗？苏运是当着群臣的面被御史杀死的，可平阳侯府接到的圣旨却是荣瑞赐死了苏运。有关这个，群臣肯定疑惑很多，你们几个务必给朕解释清楚。几个上书，凭什么是我们？这都是你做的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明日早朝，朕不想听到那么多乱七八糟的话，朕要的只是一样，全体上下齐心协力，共同拿下眼下的战争。全部都了结了，从此他就只有3个儿子了，老4、老5、老9。老9登基，老4、老5应该都能好好的活着，这一点他是放心的。陛下消消气，齐王一案到现在为止基本算是肃清，您看是不是能将宫里的娘娘们接回来了？惠妃娘娘做的炸小鱼儿，陛下每次吃了都忧愁去办。你个老东西啊，是你嘴馋了吧？惠妃做的小炸鱼，每一次朕跟惠妃吃的加起来都没有你个老东西吃的多呀。哎呀，齐王虽然没有抓到，但是这案子算是彻底了结了。至于朕是不是名正言顺的皇帝，就此也肃清了。就算是朕的血脉不纯，朕也是百姓请回来的皇帝，日后朕的子孙就都是名正言顺的皇帝了。陛下，那云王？云王一直被囚禁在密室中，从未处置。朕总觉得云王的事还没完，不急，且先留着吧。朕也不缺他那一口米，让人看起来就是。秋风扫过落叶，吹得满院金黄。九王妃乃大佛寺的开光祥瑞，逢凶化吉，战无不胜。陛下放宽心就是。你个老东西啊，这是嘴里抹了蜜了，越来越油嘴滑舌了。此时被皇上议论的苏青正单枪匹马直奔西秦边境。在黑虎岭的时候，皇上给他新的作战计划，但是他拒绝了，明着答应了，等到行动的时候，还是令邢副将暗中调度皇上派出的人。这一战他还是从西秦开始打，再翻过一座山，便是西秦大部队集结的边境。大夏朝的军队算日子也该抵达了。苏青翻山越岭的同时，10几个山野悍匪也在翻山越岭，正是那日在林间抓住杜之若的那些山匪。几人正急速前行，忽然一个人眼看到前面的身影。大哥，前面那个是不是咱们那天抓的那个人？这个山匪喊出这句话的时候，正躺在山坡上歇息的杜之若一个机灵坐起来，顺着声音看过去，10几个山匪就齐刷刷看到杜之若那张被平分的脸。杜之若的眼角一抽，看你们是什么悍匪呀？为什么翻山越岭的来抓我？我靠，这是什么神仙人物？他们不是把人交给京兆尹了吗？怎么这里又出现一个？这既是遇到了，不抓好像不太对吧？兄弟们，抓了！杜之若立刻一个纵身跃起。小样儿，开什么玩笑？我杜之若能文能武，岂能被你们一群乌合之众给绑了的？娘了个老子的，敢对老子兄弟下手，娘的！吃老子一拳！众人手挥大刀，浑身裹着彪悍杀气，扑向杜之若。可杜之若身形如魅，他们连碰都碰不到杜之若，却被杜之若或冲着门面，或朝背心的一脚踢飞，人仰马飞一片。一群蝼蚁也敢对本官下手，不自量力！
在悍匪老大胸口狠狠地踩了一脚，杜之若转身赶路。几个悍匪四仰八叉的跌在地上，惨叫声一片。大哥，这小子怎么功夫这么高？之前没发现他功夫好啊。上次我们是怎么收拾了的他？大哥啊，上次好像是咱们点了鞭炮，这家伙好像怕鞭炮。呸！这荒山野岭的，去哪找这玩意儿？你怎么随身带这个？咱们不是当初抓了杜之若就直接进京，离京就直接西上吗？我没来得及把鞭炮放回去，这好歹也是银子买的，舍不得扔了哟，我就一路揣着。好小子，什么情况？一群贱民又想做什么妖？真是不自量力。翻过这座山，过了前面的城，出城不远就是西秦大军驻军之地。怎么，刚刚我仁慈留你们一命，你们是要赶着来送死吗？你们大夏朝的人啊，懦弱无能是本性，苟且偷生是习性，奸恶狡诈是惯性。给你们活命的机会，你们应该感恩戴德的离开。追上来找死，就莫要怪我不客气了。你侮辱我，我尚且不能忍，更不要提你侮辱我的国家。你要为你自己说出的话负责。悍匪老大雨落，杜之若长剑劈头盖脸刺向他，临近胸口不过1指之远。就在这一瞬，杜之若的背后噼里啪啦一阵鞭炮声在山林中彻响起来。杜之若下意识的双腿夹紧，大腿发颤，心头一股惶恐涌上，手一个哆嗦，握着的剑谋去看。一个瘦弱的山匪手里拿着一根树棍，树棍上挑着一串鞭炮，鞭炮在他面前炸响。杜之若，这是什么奇葩山匪啊！翻山越岭追杀他也就算了，还带着鞭炮。明知这群山匪的功夫不如他，明知就这么一串鞭炮于他而言毫无杀伤力，可杜之若就是忍不住害怕，那种害怕犹如海啸在动，无法控制。就在杜之若惊恐将长剑跌落的一瞬，几个山匪一拥而上，将杜之若摁倒在地，麻溜的用手中的绳子将他捆了。一串鞭炮炸完，杜之若心头涌起的惶恐散去，他人也被结结实实的捆了。杜之若愤懑之际，山匪已经唱着山歌，带着杜之若翻山了。一座大山，他们整整翻了7天，这7天愉快无比，有事没事就吓唬吓唬杜之若玩，询问他怎么一张脸被平分了，给这枯燥的翻山越岭带来无尽乐趣。什么人？我们是这里的百姓，才从外乡回来，赶上大家都逃离，我们回家拿点东西。没什么东西比命更值钱了，前面西秦马上要打进来了，赶紧走吧。军爷，实不相瞒，我们是京西山林的山匪，得知西秦大军压境，我们也想报效祖国，特意不远万里的跋涉而来，就是想来建功立业的。战争不是儿戏，赶紧走吧。军爷，我们真的是来报效祖国的，给我们一个机会，战争不是儿戏，我们战死沙场也比被官府捉回去当做山匪砍头来的血性，都是一个死，我们想死的厉害点。不行，作为军人，他不接受百姓从容送死，更何况万一这些人是西秦的细作呢？等等，我们抓了杜之若，杜之若你知道不？就是西秦的一个尚书，我们抓了他，你们打仗对面是西秦大军，这个人肯定有用。两个山匪拖了一个人上来，昏迷的杜之若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我们真的是山匪呀，只不过觉得做山匪有些没前途，想要从军。京都的官老爷说明年开春要办军校，我们可以参加，可是我们出城的时候听说这边打仗，我们想要先来打仗，路上碰到他我们就抓了。杜之若我带走，你们现在在这里等着，能不能放你们进来我说了不算。凭啥我们抓的人你带走？万一你不让我们进去咋办？我们不是亏了？嚎什么？怕西秦那边听不到吗？军爷带走，我们就在这里等着，不要发出声音，不许有光亮。大哥，这人真的是军爷，万一他是西秦人咋办？咱们不是正好？马后炮的玩意儿，刚刚你咋不说？刚刚我不敢说。不会是西秦人的，若是西秦的兵，这些老百姓就不会连夜离开了，应该是西秦要进攻这里了，他们唯恐百姓惨遭屠杀，提前把百姓转移走，百姓走了，他们就能豁出一条命，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打仗了。等了不知多久，漆黑的天泛起了灰色的光亮。大哥，咱们怕是真的被骗了。然而一条缝的世界里，里面只有空荡荡的空城。大哥，他们会不会跑了？西秦大军压境，他们也是人呐，也会害怕的，临阵逃了吧？是啊，大哥，都是肉做的，眼睁睁的看着西秦大军压境，跑了也是正常啊。大哥，要不咱们也回去吧，回去还做山匪，等到明年
年开春去报军校。是啊，大哥，在这里守着，万一西秦大军破城，咱们这是等死啊！千里跋涉来这里等死啊！大哥，那个看门缝的山匪就一嗓子叫：来了，来了！大哥来了，真的来了！大哥，军爷来了！吵着什么？像什么话？我们是来打仗的，一点规矩没有！站我后面去！一群人站定。这是我们头，什么话你们和他说。原以为等半夜你们就回去了，没想到还在，够执着呀！兄弟几个都是京西山林的匪人，自知山匪并非良谋，想要从容立功，望军爷给个机会。被那位军爷自称为头的，正是薛天。从苏青动身去黑狐岭，薛天就带人直奔这里。听说话，读过书？不瞒军爷，曾经是乡试状元。他背后一群山匪齐刷刷地发出新鲜之声。哇，大哥是个文化人呐，经常能整出一些有文化的词儿来。原来大哥真的有文化。既是乡试状元，怎么命不好？名额让乡里一个附身的儿子顶了，我一怒之下杀了他儿子，身上背着人命，只能做山匪。薛天不动声色地看着他。有个弟弟妹妹，都是读书的料。妹妹惹了高门大户的眼，被人卖到青楼。弟弟现在不知是死是活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他们都叫我大哥。这些年我都快忘记自己的本名了。父母赐名宋鹤。薛天看着宋鹤，他是否认识一个叫做宋浙的人？宋鹤眼底同人疏忽放大。我弟的名字宋浙，只不过这天底下怕是同名同姓的多了去了。战争不是儿戏，死亡就在眼前，可能到死你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，也可能你眼睁睁看着自己死去却无法阻止，更多的是你明知自己要死却必须赴死。给你们一炷香的时间考虑，可以随时离开。说完，薛天转身朝着城内大步流星离开。这里一直走到头就是我们的战壕。西秦尚未发兵，不过据薛老大估计，最迟晌午你们还有时间离开。即使来了就不走了，人生在世总有一死的。军爷叫什么名字？他们都叫我大头，你跟着叫就是。似乎不太恭敬。军旅里都是兄弟，不谈恭敬。走吧，我带你们前面看看。见过西秦大军，你们许就愿意走了。宋鹤淡笑不语，跟着大头顺着笔直的主干道一路走。一行人正说话，忽然大地颤抖起来，剧烈的颤抖犹如地震。几个山匪直接懵了。什么情况？西秦大军来了，我不和你们说了，你们赶紧离开，这里不是闹着玩的。大头转头朝着站好的方向跑。走吗？脑袋掉了完蛋了吧？男子大丈夫，建功立业。对，建功立业。走。按照计划，这个时候苏青应该抵达北燕边境了吧？不知北燕人看到苏青还活着，会是如何的震惊？话音儿才落，外面一个小内侍回禀：陛下，800里加急军报，快送进来！启禀陛下，末将从战场出发时，将军已经率领平阳大军破了西秦的边防。皇上一脸笑容，霎时间凝固。你说哪里？回禀陛下，西秦。皇上眼角一抽，朝兵部尚书看去。兵部尚书在震愕之际，不忘飞快地低头，避开皇上的目光。皇上给苏青的命令是让他挥师直捣北燕，皇上都派了人去那里接应了，怎么传来的却是西秦？这是赤裸裸的将在外，军令有所不受吗？那报信儿的将士一见皇上黑脸，有些莫名其妙。我们将军率着全军热血杀敌，你黑什么脸？不满意自己大举，我们将军还怀着身孕呢。做人要知足，要知道感恩。深吸了一口气，皇上转头看福公公，朕的脸色很难看吗？抽屉里有镜子。你怎么知道朕的抽屉里有镜子？陛下，请过目。抖开信函，皇上放目扫去，信函上说得明白，苏青已经率军捣毁西秦对大夏朝的边防线，一路挺进西秦腹部，目前轻伤过千，重伤500，死亡人数为0。对于一场战役，这是非常小的伤亡率了。就在皇上看到这优秀的战绩的份上，要原谅苏青擅作主张时，皇上的目光落向第2封信函，还有苏青的亲笔信。西蜀方向，宋熙已经率军打开了西秦大门。等等，皇上唯恐自己看错了字儿，特意揉了揉眼。宋熙？为什么是宋熙？按照之前的计划，难道不应该是杨子令吗？为什么是宋熙呢？在皇上瞠目结舌中，看到接下来苏青的解释：杨子令去了南梁战场，在大齐率军直攻南梁后背，与苏澈形成了夹击之势。所有现存的战争局势，除了苏澈还在进攻南梁之外，其余的与他设定的完全不同。为什么是宋熙啊？就算再不济，人手不够，还有邢副将，为什么让宋熙率军？他一个柔柔弱弱的姑娘懂个屁！再然后，皇上就看到了令他怒火直烧3尺的东西。西蜀那边配合宋熙作战的是一支丐帮队伍。皇上第一瞬间想到了他的五皇子，那个畜生是跑去当乞丐帮帮主了吗？皇上怒斥之际，兵部尚书已经看完了全部信函，眼角一抽：陛下您怕是误会了，
丐帮帮主那不是谁想做就能做的，五皇子那样的，充其量就是一个丐帮分舵主。陛下，王妃送回的战报虽然与我们之前设定不同，但是就这份战报而言，全部都是捷报，陛下还是当赏。皇上抬眼朝兵部尚书看去，赏？臣知陛下此刻心情，只是王妃那里兴许有苦衷，战事瞬息万变，兴许我们的计划在王妃那里已经被迫成了变化，王妃不得已为之。不赏怎么样？难道真的罚吗？赏自然是赏，只是宋熙率军实在是太过儿戏。朕知道苏青与宋熙的私下感情，因着云霞的关系尚且不错，可这是战事啊！别以为朕不知道苏青为何会这么做。宋熙与老五的婚事，宋熙身份配不上老五，苏青这是给他捞军功呢。可是再捞军功，也不能拿这种事情玩笑啊！五皇子为了追求宋姑娘都去做乞丐了，陛下您确定宋姑娘为了嫁给五皇子需要在乎身份？臣怎么觉得需要在乎身份的是武殿下？皇上啪的一开桌子，苏青违抗圣旨，朕念在她怀有身孕、战事颇佳的份上，不行追究。但是宋熙他是已经完成了说客的使命，立刻回朝，若有耽误就地正法。皇上铁青着脸，这是战争，不是过家家，把人活着带回来。想说别伤到您未来儿媳，直说呀。关你屁事儿！外面小内侍就报，陛下，边疆急报。进来。另外一个将士就风尘仆仆的疾步走进来，单膝跪地。末将宋西秦西蜀战报归来。一听是西蜀，皇上这心头又咯噔一声，让宋熙率军怕是已经出事了吧？战报上言简意赅的写着，五皇子率领的乞丐被西秦大将捉拿，宋熙单枪匹马将人救出，此刻人已经安然无恙，望皇上勿念。另外，宋熙率领西蜀大军已经抵达西秦京都附近，很快将与苏青率领的平阳军形成夹击之势，包围西秦京都。皇上瞠目结舌，宋熙脑子里浮现出宋熙柔弱温和的样子，皇上简直难以想象，这战事竟是宋熙拿下的。匪夷所思地看向前来送战报的将士，你从西蜀战地来？那将士应诺，他原想着苏青就算是想要让宋熙立战功，为了辅佐宋熙，一定会派几个平阳军的干将去，没想到一个平阳军没有。那将士摇头，没有。皇上忍不住嘴角抽了抽，宋熙不仅打了胜仗，而且还让西蜀大将心甘情愿地听他调。赵德宝那可是西蜀名将。你确定宋熙是主将，赵德宝是副将？启禀陛下，为了确保战场上指令统一，出征之前，宋将军与西蜀大将军进行过一次单兵比赛，宋将军全面碾压式胜利，所以获得了这次作战的指挥权。西蜀大将心服口服。国有大将，实乃幸事。可为什么这些大将都是姑娘？要么已经是他儿媳，要么即将是他儿媳妇儿。而他的儿子们，老五被人活捉，还得宋熙单枪匹马去救。老九那个混蛋瘪犊子玩意儿给了他自己一刀，是个男人吗？皇上很生气，兵部尚书非常理解皇上的愤怒，媳妇儿都比儿子强，这做爹的抬不起头啊！这等到大战结束，苏澈再一回朝，怕是有戏看。忽然好期待，感觉人生又有了新的希望呢。不过陛下您才下旨让宋熙立刻回朝，这耽误了就要就地正法，君无戏言呀！皇上没好气的瞥了兵部尚书一眼，让宋熙集中精神好好打仗，打好了朕回来给他亲自操持婚事。兵部尚书脸疼，两名送信的将士退下，皇上吸了口气起身。后生可畏呀！兵部尚书好猥琐呀！之前南梁跟西秦使者分别发回密信，南梁跟西秦已经调兵进攻北燕，而这个时候南梁跟西秦又被朕的大军裹挟，进攻北燕的大军势必撤回。但是就算是回撤，也是杯水车薪，北燕那边不会给予任何一方任何支援，说不定想要与朕联盟的消息啊，很快就能传来了。北燕联手南梁，将我威远军数十万英魂埋骨他乡，也有脸与我朝联手？利益当前，脸皮算个屁呀！皇上您注意身份。朕现在就等北燕使臣来，一旦北燕真的与朕联手，北燕发兵南梁和西秦，朕的赤云军就能直击北燕了。然而7日后的黄昏，皇上没有等来北燕的使臣，却等来了战报。当北燕战地将士单膝跪在地上，捧上一封
亨战报的时候，皇上都懵了。北燕和大夏朝啥时候开战了？他怎么不知道？谁去打的？抖开了信函，落幕一瞬，信函是王氏写的。他们奉命率赤援军抵达了北燕边境，还未及做好掩护，等待命令。就在北燕的边境，听到了一则害事：一支狼队袭击了北燕边防，并且冲破了北燕边防，直逼北燕腹部。介于此，王氏与王兆之一番商议，决定立刻乘胜出兵。送信的将士出发时，王氏他们的赤援军恰好正要攻克一座城池。皇上目瞪口呆的竟在座位上盯着那信函良久。朕难道真的是天选之子？福公公差点膝盖一闪，皇上您够了，躺赢还这么嗨。皇上还沉浸在天选之子的震惊之中，不然为何连森林野物都来帮助朕？狼队那可是狼队啊！待到送信将士退下，陛下，老奴记得威远老将军当年作战时，有一次曾被困陷雪原，当时似乎就是一头狼救了他。你的记性还真是好。早在先帝时期就有传闻说威远将军培训过一支秘密部队，是狼队，只是这个部队从未在世人面前出现过，传闻闹得神秘兮兮的，当时却也无人知道这是否真的存在。你是说这是威远老将军当年那支狼队？不可能，威远老将军已经过世16年了，那支狼队就算是存在，如今也早就没了。可万一有幸存的威远军呢？万一有被狼叼走的威远军呢？老奴不敢妄言，不过这狼队的出现实在诡异，恰好陛下要攻打北燕，这狼队就出现了。训练一支狼队并非易事，就算是猎人所为，可他为何要与军事结合？无去想了，毫无意义。不管是谁，是友非敌便是。等到将来事成，他若愿献身，朕给他恩赏；他若不愿，朕只念他的恩情便是。多想无益。您倒是真的想得开。这一厢，皇上再次陷入战争连连的捷报的兴奋之中。那一厢，荣恒的府邸，因为身体内的阴阳蛊虫已经被触发，荣恒胸口的那道刀伤，没过半天就瞒着皇上愈合完毕了。伤口愈合了，人也不孕吐了。荣恒第一反应便是弄清楚苏青在哪儿，然后去找他。太想媳妇儿了，结果他人还没有迈出门槛，胃里就一阵翻江倒海，张嘴吐了起来。这一吐1个月吐过去，人虚软的连床榻都下不去，黑着脸躺在床榻上。荣恒想捏死面前大佛寺的老和尚。你不是能治疗本王的孕吐吗？本王命你立刻给本王治了。这1个月，荣恒派长青去大佛寺找老和尚，找了无数次，老和尚都不在寺院里，说是去云游四海了。这好容易回来了，立刻被长青请了过来。大佛寺代理方丈慈眉善目，双手合一。阿弥陀佛，殿下玩笑了。殿下孕吐实乃体内蛊虫作用，老衲哪里控制得住啊？若想真正控制，便将体内蛊虫取出。但是一旦取出，那就意味着王妃流产。殿下要取出来吗？荣恒差点没被这老和尚气死。你说的是人话吗？那之前你是如何做到的？之前情非得已，殿下若是不出面，大夏朝将会动荡。胡说，之前分明都是我父皇设计好的，我出不出面都是一样。殿下息怒，确实是陛下设计好的。可若是殿下不出面，塔尔的人便就不会出面，只有殿下引得出来他。所以啊，陛下也是不得已。本王不与你说这些，你之前既能压住本王的孕吐，那现在也照做就是了。殿下为难老衲了，老衲当真做不到啊。当初之所以能如此，那是因为平阳侯夫人王氏在离京之前曾经给过老衲一包药粉，说是情非得已的时候给殿下用一次，可以克制孕吐1日。这药粉是平阳侯夫人王氏从何得来，老衲不知。药粉是何配方，老衲也不知。而且这药粉已经用完了。荣恒震惊地看着他，一丁点的心疼吗？我的命好苦啊！长青送走了大佛寺的和尚，折返回来。殿下，奴才许是知道夫人为何不给您解吐的药。自古皇室3妻4妾，正妃侧妃无数，王妃有孕10月不能同房，夫人怕您和别人搞到一起去吧。王氏防他，用这么防吗？殿下，奴才也只是猜测，您别当真。那你就别说啊！你让我说的。殿下，你要干嘛去？荣恒身子一弯，哇的一口吐出来。我还能干嘛去？我倒真是希望我能去干点什么。好心酸，还是别看了。而此时被荣恒惦记的苏青，正坐在一簇极旺的篝火旁，吃着福星递给他的烤野乳猪，肥肉流油，瘦肉喷香，一口入嘴。
吃，味道美极。可惜怀着身孕不能喝酒。主子，现在这战事也算是稳定了，要不您先回朝，这肚子眼看这么大了，你总不能把孩子生在战场上呀。我的孩子就应该生在战场上，等孩子出生我就给他取名叫战火纷飞。所以孩子的名字叫荣战火纷飞，小名就是火纷飞？不对啊，小的怎么记得您以前给孩子取名叫铁坨还是铁蛋来着？苏青，我只是开个玩笑，活跃活跃气氛好吗？你怎么这么认真？一侧的丫丫一脸担忧地看着苏青，罔顾他一世英名，怎么能生出你这么个蠢货？给孩子取名叫战火纷飞，你是多盼着这个世界不安定？看看老夫给你取的名字清静，多好的名字！哼，你可真是不让老夫清静啊！宋贺与大头正在另外一堆火旁吃烤肉，听到这边的笑声，转头去看，一眼看到一只鸡正在翻白眼，吓得宋贺一个哆嗦，掉了手里的烤肉。瘪犊子玩意儿，这是能吃的？你咋这糟践粮食？肉也是粮食啊！宋贺捂着头，心思完全不在大头这里，双目死死地盯着丫丫。他千真万确肯定那只鸡刚刚在翻白眼，猝不及防，大头又是一巴掌打上来。我和你说，别惦记福星，人家早就名花有主了。忍不住又回头去看福星，多好的姑娘啊，长得铜墙铁壁似的，可惜了。哎，我大头就没有长青那个小白脸那个命啊。福星都和长青结拜为兄弟了，也不肯收我做小弟，想要找个大哥怎么这么难呢？对于西秦的战事，苏青与宋熙双面合击，一路畅通，只打了1个多月就直逼西秦京都。然而西秦不发兵了，城门严守，不知在密谋什么。将军，急报送来的。苏青转头就看到传令兵的身后7、8个平阳军抬着10几个大麻袋上前，没想到那群老头动作倒是很快啊。这是什么？今儿夜里把书送进去，薛天立刻领命。薛天抓了一只大雕，日训练。如今这只大雕虽然还不能成为杨过的大雕，但是飞个往返是没有问题的。攻城攻心，杜之若在西秦百姓心中的分量实在太足。这样的东西送到百姓手中，再加上之前福星散播的消融克扣军饷的事情，这些百姓怕是已经对他们的朝廷失望了。更何况他还有胡一为呢。早在薛天来西秦之前，胡一为就已经抵达西秦边境，作为行商活动在西秦的境内。随着大军挺进，战事开始，胡一为的商队也逐渐转移，如今正在京都。这些书一旦被西秦的百姓翻阅，再加上胡一为的刻意挑唆，这事儿怕就成了一半了。说不定在他生产之前就能拿下西秦的京都，到时候他的孩子没准能生在西秦的皇宫里。仰头望了望天，苏青抚着肚子，转眼已经隆冬。大夏朝京都御书房，父皇，您就让儿臣去吧，再有1、2个月，苏青就该生了。孩子生在战场，对他和对孩子已经够残忍了。苏青怀孕，儿臣不能再身侧照顾，已经心头万般难受，总不能孩子一出生儿子也不在吧？哎，不是朕不让你去，你这身子啊，熬得到西秦吗？西秦可不比大夏朝啊，天气异常寒冷，每年大雪没过膝盖，那边还在打仗，更何况朕这里还有一些政务要交给你处理。今年湖广突发大雪，压塌了不少的房屋，百姓是苦不堪言。这折子是今日才递上来的，朕这里需要你亲自前往湖广，替朕慰问民心呢。他无法拒绝，可是朕的小媳妇儿身在皇室，许多事情不是你不想做就可以不做的，许多事也不是你想做就能做的。眼下形势特殊，不光是你要牺牲个人感情，就连云霞一样要四处奔波。大局当前，所有个人得失都不是得失啊。接生的产婆可是选好了。话题转得这么快，真的好吗？您就一点不担心九殿下的心情？亲爹回禀陛下，是皇后娘娘和惠妃娘娘一起选的，一共选了6个产婆、6个太医和6个民间大夫。皇后娘娘的意思是再派666个人送去，凑个双数的666大顺。好，依他们这么迷信还66大顺，哎，真是妇人见识。哎，果然头发长见识短呐。从库房里拿最好的人参跟最好的燕窝，哦对了，全部拿双份啊，每份6个。福公公，您真是不迷信呢。暖帐该不会也要6个吧？你这是什么语气啊？
暖帐怎么就不能要6个了？6个，到时候把6个暖帐打通了啊！另外，波斯进贡的羊毛地毯，选最大最厚的6个。哦，对了，包被要蓝色的。福公公翻起了他的大白眼。蓝色，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寓意是拦住啊，把那些不好的都给拦住，母子母女平安。你知道什么呀你？您真是不迷信呢，一点都不迷信啊！另外，宫里用的银双炭拉去几车，那边未必有好的。还有，今年宫里新得的狐皮料子，全都拿到战场去，再派6个裁缝一块过去。陛下送去的这些东西，奴才看足够在战场开一座行宫了，必定委屈不了王妃。陛下，没事儿，你出去忙吧。他一走，皇上一脸兴奋地起身，苍蝇搓手在御书房里来回徘徊。行宫，好主意啊！而此时，长青扶着不断孕吐的荣恒，终于气若游丝地抵达了惠妃寝宫。才要抬脚迈过门槛，一个宫女疯了一样奔了出来，差点将荣恒撞翻。长青气得脸都绿了，转头看荣恒：“殿下，这真是……”他话音没落，就听前面的宫女一边跑一边喊：“陛下，不好了，惠妃娘娘不见了！陛下，不好了，惠妃娘娘不见了！”长青：“什么？惠妃娘娘不见了？啥叫不见了？变成蛾子飞走了吗？”荣恒：“什么？他妈不见了？”荣恒眼角一抽，看向那个风一样宫女的背影，心头升起一种不祥感。走，我们回御书房。御书房，皇上正红光满面的来回踱步，门口一个小内侍忽然回禀：“陛下，惠妃娘娘宫里来人求见。”进来。陛下，惠妃娘娘不见了。你说什么？不见了？什么叫不见了？陛下，就在方才，惠妃娘娘正在收拾王妃生产用的垫褥。箱子里的褥子怎么放，惠妃娘娘都觉得不够吉祥，就干脆自己坐到箱子里去放。然后皇后娘娘那边来人催促，说是马上要启程了。清碎姐姐一着急，把箱子盖上了。皇上一双眼睁得牛大。清碎姐姐盖上箱子盖之后，立刻吩咐寝宫的人将箱子全部搬出去。寝宫外，皇后娘娘那边派了马车过来接应。惠妃娘娘被抬上马车运走了。等马车开拔，清碎姐姐回寝宫才发现惠妃娘娘不见了，被运走了。这都行，朕怎么那么不信呢？为什么来回禀的人是你，而不是清碎？清碎呢？清碎姐姐意识到惠妃娘娘可能还在箱子里，立刻去追了，让奴婢来回禀一声。话音才落，皇上心跳一突，脑中有什么一闪而过，目光微深，嘴角带着似有若无的笑意。一个宫女便急吼吼推门进来，行礼之后噼里啪啦一通说，简而言之就是皇后娘娘不见了。至于不见的方式，与惠妃娘娘不见的方式一毛一样。皇上偏着头，目光一瞬不瞬地看着两个宫女。你们确定你们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欺君之罪是什么？你们可要想好了。陛下，奴婢不敢妄言，句句属实。要朕请慎刑司的人来吗？陛下英明，奴婢不敢说瞎话。真是可恶，双双不见了是吧？别以为朕不知道你们玩的什么把戏，居然敢用这种低智商的把戏糊弄朕，当真以为朕是个智障吗？正在这个时候，陛下，九殿下求见。皇上铁青着脸瞪着两个宫女，去偏殿等着去。他们一走，荣恒进来。父皇，儿臣方才听说母妃不见了，怎么回事？哎呀，你母妃她变成蝴蝶飞走了。荣恒没一口血喷出来都对不起他吐血鸡的人设。父皇，儿臣没有力气同您开玩笑。恒儿啊，你听父皇细细给你说。恒儿，那个雪灾赈灾你暂时就不要去了。他母妃不见了和他去赈灾有什么关系？难不成他母妃去了湖广？父皇，那到底怎么了？尝尝，许是能压一压你胃里的难受。荣恒实在是吐得难受，便接了杯盏，仰头去喝，一口入喉，酸甜可口，便又喝了2口。等到半盏山楂水下肚，荣恒只觉得有些眼前模糊，东西重影，靠！心头10000句脏话滚滚而过，一脸震愕。荣恒转头去看已经重影的皇上。父皇，您给儿臣喝了什么？哎呀，朕这江山迟早是要交给你的，前些日子朕就要交给你，你给了自己
己一刀，那真没办法了，只能继续自己扛。现在好了，你睡一觉吧，睡醒了就干活吧。荣恒只觉得声音越来越软，他想起身想要大喊，然而无济于事，眼前一黑，便什么都不知道了。长青同情地看着自家主子，皇上则转头去了桌案旁，俯身奋笔疾书，嘴角微微上扬。半刻钟后，一封长长的信函写毕，皇上将信函交给长青。等到恒儿醒了，你给他，告诉他，目前并无什么要紧的国政大事，若是有拿不定主意的事，参与6部尚书商议，朕相信他能做好的。长启转头同情地去看他家殿下，这怕是史上最奇葩的登基了吧？被登基。等到药效散去，荣恒揉着眼睛醒来，已经是半夜时分。借着月色，一眼看到自己居然还在御书房，居然躺在父皇素日休息时躺的床榻。荣恒吓得一咕噜爬起来，耳边隐隐约约回想起睡之前皇上老奸巨猾的声音。荣恒一个机灵，大便全身。不会吧？听到动静，正趴在桌上睡的长青立刻跳了起来。殿下醒了，喝水吗？我怎么睡在这里？父皇呢？殿下保重。荣恒狐疑地看长青，殿下给您的。抖开信纸，落幕去看。荣恒差点没原地爆炸，江山交给他了，让他好好治理。作为补偿，皇上带着惠妃与皇后去战地看他媳妇儿和即将出生的孩子去了。这是人做的事吗？我要去看我媳妇儿。你说身为皇室成员，不是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的，不想做什么就不用做什么，要有担当有责任，要勇于牺牲个人得失。派我去赈灾，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，结果呢？双标吗？现在你说我不用去赈灾了，因为你要让我给你代班，你带你媳妇和妾室去看我媳妇去，你们要去享受其乐融融的天伦之乐，让我在这里坐冷板凳，简直禽兽不如，卑鄙无耻！就算我想登基，也要经过我媳妇同意我才能登基，这样媳妇还什么都不知道呢，你就把我摁在御书房，等我媳妇回来了要生气了，算谁的？深更半夜，荣恒气得仰头一声怒吼。还是姐姐主意好，若非如此，我们怎么出得来？若非妹妹提议想去阵地，我也想不到这主意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这次出门没有带云霞，有些对不住她。之前她一直央求我许她去阵地看望苏青呢。姐姐尝尝，这是我新酿的桂花酿，原本打算留着给陛下呢，没想到咱们临时起意，一共5坛子，我都带上了，足够这一路咱们喝了。1坛子也没打算给皇上留啊。出阁前你可喝酒？喝酒的？出阁前我都是直接用坛子喝酒的。后来出阁，我也没有想到，直接就是皇后了。自从成亲，再也没有放纵过自己。做皇后真的好难呐，不能大口吃肉，不能大口喝酒，甚至都不能大声说话。我真是太难了，太难喽。贵妃，没想到你是这样的皇后，我喜欢。咱们放纵一次。咱们放纵一路。对，放纵。没有放纵的人生是不完整的，这话苏青她娘说的，我觉得可有道理了。这次出来呀，咱们一定要彻头彻尾的尽兴，等到回宫还不知道被关多久的冷宫呢。姐姐放心，关不了多久，有孩子呢。等苏青孩子一出生，苏青暂时没法自己带，王氏又不在，这孩子就是咱俩的了。咱俩带孩子，皇上好意思把咱俩关冷宫吗？皇后眼底立刻蹦出热光，两人贼眉鼠眼，仿佛一人偷了一座矿似的。马车外，皇上黑着脸坐在车辕子上。朕不顾寒风的一路追来，你们就给朕听这些吗？什么孩子就是你俩的？孩子是朕的，呸！孩子是朕的孙子。还有啊，什么叫做皇后太难了？那是因为你没做过皇上，做皇上更难。你没有大口吃肉，没有大口喝酒，没有大声说话，这就叫难吗？朕有大口吃肉吗？朕有大口喝酒吗？朕有大声说话吗？你们批折子吗？朕大清早的起来上朝的时候，你们还在被窝里做梦呢。朕半夜批折子的时候，你们已经进到被窝做梦了。你们知道朕有多想睡觉吗？你们知道那些老奸巨猾的朝臣有多难对付吗？你们知道边境敌国对我朝虎视眈眈，朕的恐惧吗？你们知道明明渴望睡觉，好不容易躺在床榻上却睡不着的痛苦吗？关我屁事儿，又不是我让你当皇上的。皇上愤怒地收回目光，一把掀开车帘。
一张大黑脸就出现在皇后与惠妃面前。妹妹，我是不是眼花了？不看见皇上了？惠妃转头朝皇上看过去，哪个狗奴才不要命了？放肆！放肆！朕饿着肚子追你们，你们就这样对朕？素日里你们不是最看重恩宠的吗？谁要是第一个为朕吃一口羊肉，朕就不罚谁。能捏起来呀！我试试。皇上反手就将惠妃伸过来的手啪的打掉。哎呀，姐姐她打我，这个刁奴她打我。皇上，哎呀，朕这是娶了个什么沙雕啊！为朕，朕就原谅你们。在皇上的脑袋上拍下去。放肆！反了你这个狗奴才了！跪下，给惠妃赔不是！皇上气血逆流，皇上炸了！隔着一道帘子，福公公不知道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反正听着听着就听到里面惠妃和皇后的笑声，以及皇上凄惨的求救声。福公公，哎，算了，老了，耳背了，而且冬天马车的帘子太厚了。驾车的车夫见福公公一路吃吃喝喝，对马车里的事情一点不担心，还以为皇上一把年纪在玩什么刺激的东西，以至于一路上都面红耳赤。直到翌日一早，醉酒的惠妃与皇后终于睡去，皇上顶着乌青的熊猫眼和鸡窝一般的头发从车厢里钻了出来。朕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，才放着自己的马车不坐，跑来找他们2个神经病。昨天为什么不进来救朕？福公公一脸茫然地看着皇上。啊，陛下说啥？老奴不懂。不懂，你怎么满嘴的都是酒味儿？陛下恕罪，老奴喝多了。刁奴啊！上肉，准备炭火，朕要油炒辣子锅底，还要桂花酿，还不快去？陛下，肉有，炭火有，油炒辣子锅底有，桂花酿没有。惠妃不是说她准备了5坛子吗？福公公的头又低了低，身子向外挪了挪。昨儿马车里娘娘们和陛下一共用了4坛子，余下1坛子落在马车外，打翻了。打翻了！老奴见酒坛子打翻了，慌忙捡起来，想着是掉了地上的，陛下和娘娘们肯定是不用了，老奴就和车夫一起喝了。你怎么知道昨天夜里朕和皇后他们用了4坛子？老奴去准备肉。留下一句话，飞快闪身，那动作敏捷的哪像一个老年人。我还不知道你吃什么肉，一日一宿的没睡，这一觉能睡到天黑，等醒来正好和娘娘们一起吃。寒风凛冽，抵挡不住探亲大队火热的激情，这可是去西秦探望他们的将士啊！在别人的国土庆祝自己的胜利，还有比这个更令人兴奋的吗？草长莺飞，时光流转，西秦战场营帐中，苏青捧着他9个月的大肚子。将军，要不然今儿个给他们双倍军饷。今儿是大年夜，每逢佳节倍思亲，尤其这些出来征战的将士，苏青、福星、邢副将3人聚头而坐，各自叩头。正琢磨，大头从外面急吼吼地奔进来。将军，朝廷派来给您接生的队伍到了。苏青这时候哪有功夫顾及这个，一摆手，知道了，你去安顿吧。宋贺比你会人情世故些，让他去做。大头领命，却没有离开。怎么还有事儿？将军，来接生的人身份有点特殊，怕是要您亲自去接呀。我呸！什么身份啊？天王老子吗？让我们主子亲自去，告诉他少摆臭架子，别以为我们主子离了他就生不了了。不想来，滚回去。大不了到时候我给将军接生。别，我害怕。冷静点，主子别怕，到时候我给你接生。我倒是相信你，但是我怕我孩子看到是你会缩回去。让那什么狗屁滚回去！我们平阳军不接受身份特殊的人，大家都是普通人，他凭啥就特殊了？他家有皇位要继承吗？我们9殿下家里还有呢。那滚！将军的肚子我负责。邢副将，你负责；大头，你负责。丫丫怕是荣恒不干。福星话音才落，大头眼角一抽的功夫，皇上一张风尘仆仆的脸朝福星看过去。刚刚在门口，他好像听到有人让他滚回去。方锐的目光扫向福星，福星吓得一声大叫，抖着腿脚跳脚就藏在苏青的背后。主子，我好像说错话了，我刚刚让他滚出去，他估计不会滚的，我怕是要滚回去了。你能不能闭嘴呀？皇上的到来让苏青惊得差点动了胎气，震愕地盯着皇上，足足迟疑了好几秒，苏青才确定眼前这个头发有点像鸡窝的人真的是皇上。我靠，我的天，父皇您怎么来了？越过苏青的肩头，皇上看了福星一眼，福星吓得向后缩了缩，然后一弓腰朝皇上呲牙一笑，嘿嘿嘿，您来了，里面请。在让朕滚出去之后，你打算用
这种方式吓死人吗？被震惊到的邢副将立在苏青身后，朝皇上抱拳行礼。吾皇万岁！一句话打断了皇上对福星的视线。皇上朝邢副将点了个头，皇上朝苏青笑道：朕来看你。目光落向苏青的肚子。和朕的孙子。父皇，您怎么来了？这么远，朝中如何？儿臣真是太意外了。给朕倒点热水，等朕喝一口，出去吓唬吓唬他们。单单一个皇后和惠妃，就把他们激动成这样。要是知道朕来了，还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激动的跳起来呢？很期待呀，不知道将士们会不会激动的跳起来。皇后娘娘和惠妃娘娘也来了。苏青震愕的看向皇上。将军，皇后娘娘和惠妃娘娘一进门，看见皇上笑眯眯坐在那，惊得薛天脚下一个踉跄，差点跌倒。陛下，下。皇上，这说话怎么还带回音的？出场特效吗？薛天顶着一张震撼的脸才缓过神来。苏青站在皇上一侧，人模狗样的颔首。不错，这就是本将军给你们的惊喜。惊不惊，喜不喜？福星立在苏青的身后，大气儿也不敢出，警惕地看着皇上，唯恐皇上忽然一个回头拉出去斩了。早知道朕的到来能让这些将士这么激动，哎呀，朕该早点来呀！都怪恒儿耽误了朕的脚步啊！晴儿肚子大，就不要奔波了，让他带着朕出去便是。朕去见见我大夏朝的好儿郎们去。皇上精神抖擞，神采奕奕，别让他们太激动了，伤了皇上。邢副将领命。妈呀，吓死我了！估计是陛下在说话，我们去看看。福星扶着苏青，主仆俩钻出营帐。不远处临时搭建的训话台上，皇上英姿凛凛地站在那儿，顶着鸡窝发型，正在慷慨激昂地说着什么。苏青两个媳妇儿跟着来，上台之前能不能给他收拾收拾发型啊？这也太……今儿个年30，咱们一起吃这流水的铜锅涮，酒肉管够，夫妻同心，其地断金。然后拉起惠妃的手，姐妹同心。人群里不知谁冒着嗓子喊了一句：皇后娘娘和惠妃是女的，快去阻止他们！直指面前沸腾的将士们吩咐的话。然而不及福星领命，让苏青惊恐到快要早产的一幕发生了。皇上原本是立在训话台上的，自己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只觉得一群人轰地围到他身边，再然后他就双脚凌空，再然后他就高高的飞了起来，速度逐渐减小，减速上升，上升到最高点，然后速度逐渐加大，加速下降。如果忽略空气阻力不计，忽略风速影响，就是完美的上抛运动和斜抛运动。伴随着他被上抛，耳边呼啸的风声和平阳大军肆意豪放的欢呼声，声音此起彼伏，震耳欲聋。和声音一起起伏的是皇上在空中滑动的身影，他被上万平阳军簇拥着，不断的上抛下落。皇上的心随着一次次的上抛下落跳得噗噗的，这是平阳军表达心头欢喜的独特方式。早些年打了胜仗，苏青也被抛过好几次，今年苏青有孕在身，幸免了。没想到让皇上给赶上了。在将士们兴奋的呼喊声中，苏青隐隐约约听到：你们什么人？来人呐，给朕拿下！这是怎么回事？让诸位失望了？怎么想要逆风翻盘？费免也太小瞧了我平阳军。守了一夜，兴奋了一夜，然后平阳军入城，他们被活捉了。原来朝廷早就投降了，既然投降了，为什么还要让我们守城？就是啊，他们在宫里吃香的喝辣的，早就投降了。昨天还抓了我们人去做壮丁，说什么去守城？我看就是去伺候宫里的达官贵人了。没想到杜尚书真的是这种人啊！吃不吐骨头的东西，真是坏到家了。亏得我们还以为他年轻有为，廉洁公正，没想到他是凭借这种方式做上官的，真恶心。西秦的皇帝怎么也没想到，老百姓的愤怒点与他不一样，可毁容也不至于就恶心吧？就在西秦皇帝心头又怒又迷惑之际，西秦皇帝只觉得他快要原地暴毙了。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他与杜之若怎么就为什么有人会散播这样的谣言？眼前一黑，西秦皇帝没了知觉。这个时候同样没了知觉的还有营帐里的苏青。平阳军几乎不费一兵一卒的破城，已经陆陆续续的进城了。可是他发作了，生孩子这种事儿真是多一刻都等不得。再等一等，他的孩子就能生在西秦的皇宫里了，多么舒适的环境。然而不幸的事实是，在邢副将假装是西秦大皇子进入西秦京都城门的那一瞬，他羊水破了。
错了，她肚子发作了，她还太小，这个年纪根本就不是生养的年纪，她吃得了刀枪剑戟的痛，却忍不住生孩子的痛，那种要将她扯裂的疼痛传来，苏青恨不得一巴掌拍死她自己。一声撕心裂肺的吼叫从营帐里传出，苏青眼前一黑就晕了过去。她这一晕，吓得惠妃与皇后差点没跟着晕过去。生孩子最忌讳的就是大人晕过去，大人晕过去谁来使劲啊？6个经验丰富的产婆对着苏青又是打又是掐。惠妃与皇后紧张地立在床榻边，自个儿生孩子都没有出过这么多汗。此时此刻他俩大汗淋漓，皇上焦灼地徘徊在营帐外，频频朝营帐大门方向看去。怎么还没有声音？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没有声音？生孩子不是都要叫的吗？为什么不叫？就在皇上着急的已经同手同脚顺拐走了3-5圈的时候，皇后面无血色的从营帐里走出来。怎么样？星儿她昏迷了。什么？早就背在一侧的6个御医闻言，不顾皇上尚未吩咐，转头奔了进去。都这个时候了，顾不上那么多了，快给星儿看看到底如何了。几个焦灼的太医立刻扑上前去，他们早就想上手了。医者仁心，御医争分夺秒弄醒苏青的同时，京都御书房，荣恒原本正苦哈哈的一边孕吐一边劈折子，忽然肚子一阵尖锐的痛，身体仿佛被人撕裂一样。荣恒骤然满身大汗，一声低吼，俯身抱住肚子，好疼！长青立在一侧，眼皮一抖，立刻扛了荣恒，将他放到床榻上，转头去找太医，一番问诊，却看不出任何问题。然而荣恒疼的是满床打滚，全身是汗，他发誓这辈子没有这么疼过，简直不是人受的，太疼了，身体被人活生生撕裂，有什么要钻出来的样子？这到底怎么了？殿下能疼成这样，他们却什么都看不出来。长青忽然脑中电光火石一闪，殿下怕不是要生了？要生了！匪夷所思，震愕无比的看向长青，转而凄凄看向荣恒。不错，是要生了，恭喜殿下！满床打滚的荣恒，是苏青要生了吗？他的孩子就要生出来了吗？他就要当爹了！天哪，为什么生孩子这么疼？不是都说生孩子疼一下就过去了吗？都是骗子，这哪是疼一下就会过去啊？苏青怎么办？苏青怎么办？荣恒忍着肚疼。王妃会不会疼死？会不会？殿下放心，女人生孩子都要经历这么一遭，这生了就没事了。怎么还不生？殿下冷静点啊！女人生孩子有快有慢，一般都是头胎有难些。不过王妃身子好，应该很快的。真的吗？很快。荣恒忽然撑着身子坐起来。殿下怎么了？我要出宫，快！我要出宫，快！殿下注意身份。摊上这么个主子，我还有什么脸面见人？御书房里有内侍，内侍中背着公桶，扛了荣恒就朝室内而去。窸窸窣窣一阵声响，荣恒坐到了公桶上，明明感觉坠胀，可坐到公桶上怎么努力都努力不出干货，湿货也没有，但是坠胀的感觉一直都在。荣恒一张脸憋得紫红，长青眼睁睁看着荣恒狰狞的模样，五官不由自主地凑到一起去。那个殿下，要不您先起来，这么一直坐着也不是个事儿，腿都麻了。你去问太医，明明很想出宫，但什么也没有，什么情况？这不是明显的便秘问题吗？你确定要我去问？当真做了皇帝，连脸也不要了？快去！我能有什么办法？长青转头出去，将荣恒的诉求说了一遍。然而一群太医却正儿八经的低低议论起来。原来皇上便秘这种事儿不算是丢脸。殿下许不是真的要出宫，妇人生子快要生的时候就有这种要出宫的症状，这是生产的症状之一。啥？那该怎么办？臣等商议，按照王妃怀孕、殿下孕吐的症状来看，应该是殿下与王妃心有灵犀，故而王妃此刻生产，殿下的身体有了同样的感应。臣等想啊，如果殿下在这里用力生产，兴许王妃能够缓解一二。这话音儿还未落下，荣恒提着裤子就从内室里奔了出来，吓得长青大叫一句：“我的娘呀！”我怎么用力？你告诉我怎么用力？只要本王用力了，王妃是不是就不用这么受罪了？殿下若要用力，便要做出产妇的样子。臣等给陛下接生。长青犹如整个人被雷劈了一样。接生？他家殿下孕吐，他家殿下腹痛，现在他家殿下要生了。快去准备热水，要大量的热水。热水很快大桶抬来，荣恒要生的消息不知怎的就传遍了
了皇宫，飞出了宫墙，传到了京都的大街小巷。京都的百姓直接沸腾了。我就说呀，一定是苏世子。九公主现在怎么样了？让我说对了吧？是啊，如果是九皇子，怎么生得出来？别说闲话，快给九公主祈祷吧，那可是苏世子的孩子。对对对，九公主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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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御书房里，荣恒满头大汗的努力着，惨叫着，听着外面飘进来的声音：“九公主，专心用力，用力，再加把劲儿，孩子就要出来了，加把劲儿！”长青生无可恋的倚靠在门框旁，他怎么觉得这群太医在拿他家殿下练手？西秦占地，惠妃瘫坐在苏青的床榻旁。好孩子，你醒醒，醒醒啊！就算不生孩子，你自己醒过来好不好？好孩子，你看看母妃啊，睁眼看看打了胜仗。皇后立在惠妃的身后，眼泪扑簌簌地落。皇上犹如一个山野农夫。福星就是在这个时候从外面回来的。怎么了？将军他主子，血腥气很浓，一眼看到苏青双目紧闭躺在那儿。闭嘴！哭能解决问题吗？如果能，我让平阳军数十万大军一起哭；如果不能，闭嘴！闭不了嘴，出去！两人怔怔地看着福星，像是反应不过来。什么情况？王妃在生产过程中忍不住产生的疼痛，昏厥过去了。我们给王妃把脉，王妃脉象正常，但就是苏醒不过来。放你娘的屁！我们主子什么疼没经历过？生个孩子会晕厥过去？福星径直朝苏青走过去。庸医，全他娘的庸医！他怕到了极点，怕苏青再不肯睁眼。桌子旁放了一碗参汤。做什么的？给王妃预备着，原想着怕她气力不支的时候给她喝，结果一口也喂不进去。你们不行，我来！我说了，我给我家主子接生，你们只会哭，只会一筹莫展。我家主子却躺在这里无人管。主子说过，只有行动才是最大的成功。行动！福星端起那碗参汤，将苏青的头颠倒在自己的腿上，朝里面灌进去。这边福星灌了苏青一碗参汤，那边御书房里正在努力生产的荣恒忽然剧烈咳嗽起来，咳嗽的撕心裂肺的，一咳嗽就觉得身体像什么东西朝外涌，那种感觉令荣恒感到惶恐，可不知怎的就是觉得自己像被呛到了，咳嗽的停不住。占地营帐，福星一碗参汤灌下去，眼见苏青一滴不洒的全喝了，福星扬手摔了碗。谁说我家主子昏迷了？昏迷的人能把一碗参汤一滴不洒的喝了？他很想做个行动派，但是怎么接生？朝哪儿接？肚子。对，肚子。他主子怀孕的时候，孩子在肚子里的，那孩子出生也应该从肚子里钻出来呀。福至心灵，惠妃看懂了福星的意图。孩子不是从那里生出来的。不是，那是从哪儿？惠妃，京都御书房，荣恒一阵咳嗽，总算是落下来。忽然只觉得有什么东西正在刺破他的身体，一声凄厉的惨叫从御书房上空飘出。生了，生了！恭喜殿下！一群太医连连的抬手擦冷汗，脸上挂出笑容。快准备参汤给殿下喝！立刻有小药童去照做。长青翻了个白眼，斜眼45度朝这边看来。你们有本事抱出个孩子呀！占地营帐，顺着惠妃的引导，福星的脸越来越惊恐，这孩子该不会要从那里出来吧？被子从苏青腿的方向掀开一角，就在惠妃掀开那一瞬，惠妃全身犹如电击一般。我的天，那是什么？头！气息一抖，惠妃转头一把拉了一个稳婆。快，稳婆，快！孩子出来了！营帐里的气氛顿时诡异起来。就在刚才，所有人都觉得苏青要是死了，一尸两命。现在苏青还闭着眼躺在那儿一动不动，但是苏青腹中的孩子自个儿把自个儿给生出来了，这是什么孩子？虽然皇上一直说他的孙子一定聪慧又壮硕，但也不至于壮硕到这种地步吧，自己挤出来了。福星还是一脸懵，什么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就看见一个活生生的小婴儿被产婆从被子底下抱了出来，立刻有人用温暖的包被接了，然后接了的人朝孩子屁股拧了一把，孩子疼得嗷嗷大哭。福星一急眼，
上前就要揍那人。惠妃慌忙一把拉住他，这是让孩子哭出来就好了，不是虐待。福星一脸不相信地看着惠妃，我是孩子的祖母，我能骗你？苏青双目紧闭，但是气息均匀。惠妃将孩子轻轻放在苏青一侧，青儿，你睁眼看看，这是你儿子，你看看他呀。苏青的语节轻轻颤抖了一下，嘴角略上翘，弯出了一抹笑。惠妃一惊，立刻拉了一个太医。青儿笑了，刚刚青儿笑了，你快看看。怎么回事？太医立刻诊脉。京都御书房，荣恒被药童喂下一碗参汤。就在所有太医长出一口气的时候，荣恒忽然眼睛一瞪，一脑门子汗又涌了出来。我的肚子，我的肚子！吓得一个太医直接滑落了手中的茶盏。殿下又有要出宫的反应，若是有，那是大出血的征兆啊！殿下一听这话，长青站不住了，立刻奔了过来。荣恒瞪大双眼，大汗连连，一把扯住太医的衣袖，伸着脖子一声惨叫。他的胳膊被荣恒抓断了药，这殿下到底是个什么反应？是不是有要出宫的反应？几个御医急的是面色发青。不是，觉得肚子里有东西在动，我还要生。御医齐齐一个对视，双生子啊！快准备热水，殿下还要上。西秦战地营帐里，太医给苏青诊脉之后，王妃一切正常，看上去就像是睡着了，可生孩子的这份疼怎么就睡得着啊？简直太令人匪夷所思了！孩子自己个儿把自己个儿给生出来了。太医一筹莫展，那边的稳婆爆出惊喜一叫：天哪，还有一个，又出来一个！福星震惊地看着稳婆，眼睛一眨不眨，就看见稳婆像变戏法似的，又从被子底下掏出来一个孩子。这次不等稳婆用包被把孩子给抱，孩子就嗷嗷的哭，哭声比第一个都大。福星抽了抽眼角，他这是有多不想来到这个世界，哭成这样。皇后转头瞪了福星一眼，呸！胡说什么呢？这孩子身上多大的福气啊！对，福气，我家主子的孩子自然是福气满满，就和我一样。皇后眼角一抽，啊，和你一样，这话听着怎么那么别扭啊？恭喜娘娘，王妃喜得龙凤胎。皇后接过孩子，快抱抱你孙女儿。福星立在皇后的身侧，还有没了？稳婆，我去看看。京都御书房，荣恒在经历了第二次疼痛之后，总算是消停下来，浑身湿漉漉的瘫在床榻上。以后谁要跟他说女人生孩子就那么一睁眼一闭眼的功夫，他一定捏死他。没有经历过，没有发言权，生完他没有异常的反应，苏青应该也没有吧？殿下感觉如何？没有力气说一个字，把眼一翻，转头睡着了。太累了，太困了，我能睡3天3夜。西秦战地营帐里，皇后与惠妃一人怀里抱一个孩子。在最后一个太医给苏青诊脉诊到一半的时候，苏青眼皮一抖，唰的睁开眼。王妃瞠目结舌，醒了。惠妃与皇后齐齐看过去，主子，你们干嘛？青儿可是觉得哪里不舒服？苏青朝惠妃的头看过去，我肚子不舒服。你想要出宫吗？福星震惊地看向惠妃，福星皱眉看着惠妃，惠妃一顺不顺看着苏青，皇后一顺不顺看着苏青，太医们一顺不顺看着苏青，稳婆们一顺不顺看着苏青。我饿了，肚子咕咕叫。一群太，吓死老子了！一群稳婆，我的王妃呀，不带这么吓人的，那大出血是要死人的，你只是饿了。那个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回光返照，你们怎么都这样的表情？是我们快要被你吓死了。见过生孩子的，没见过这么生孩子的，自己睡得呼呼的，全靠孩子自己往出生自己，我们都快吓死了。结果你睡醒了，然后饿了，这是谁家的孩子？怎么和我一天生？怎么了？苏青瞳孔大睁，盯着自己瘪下的肚子，我的孩子呢？我肚子里的孩子呢？我孩子去哪儿了？有句话叫做人吓人吓死人，以前不信，现在他们信了。主子，咱们自己把自己生出来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主子生了一对龙凤胎，一儿一女，孩子孝顺。主子生的时候睡着了，孩子们自己爬出来的，不是爬出来的。稳婆说是头先出来的，是自己把自己钻出来的。也不对，是姐姐把弟弟踹出来，姐姐又钻出来的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没错，你睡着了，孩子们自己出来的。苏青
气，还能这么生产？不是说生孩子都是鬼门关走一趟吗？我看看孩子，看见自己的儿女怎么这么丑，长得像猴子似的。那个我长得也不丑，九殿下长得也挺正常的，怎么这孩子是不是抱错了？胡说什么？什么猴子？多好看的孩子！你刚出生的时候还没这个好看呢。你见过他刚出生的样子？恒儿那么帅，他也不丑，生出来的孩子肯定是漂亮的，这不用见过呀。这倒是，你们不用顾及一下我这个产妇的心情，听说是有产后抑郁症的。主子，这真的是你的孩子？小的亲眼看到产婆从被子底下把孩子掏出来的，做不了。掏？这么形象，那为什么这么丑？儿不嫌母丑，哪有当娘的嫌弃自己孩子丑的？这小孩子刚生出来都这样，这过几天就长开了。你要是嫌弃，送给我好了。还有我。正说话，皇后怀里的小丫头哭了起来，震得苏青耳膜子都疼。她是不是听到我说她丑了？你别哭别哭，我以后不说你丑了，你最好看了。皇后无力地看了苏青一眼，手在孩子屁股附近摸了一下。没有尿也没有屎，估计是饿了。你看看能喂孩子不？初乳对孩子好，你让孩子吃吃看，有最好，没有也没事儿，吃一吃对你也好，反正有嬷嬷跟着来的。要不你们出去？为什么？我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？你第一次去碎花楼都没有不好意思。把孩子抱出来，让朕瞧瞧。眼见无人回应，皇上落寞地叹了口气。诸位辛苦了，我家主子喜得龙凤胎，多亏各位太医操劳。我家主子有令，特赏极品珍珠，每人1壶，待到回京后亲自设宴，请诸位及家眷用饭，多谢各位了。一溜太医转头齐刷刷看向皇上，看看人家王妃。皇上完全忽视太医的目光，两眼只盯着福星。你这胆子是越发大了，什么事都敢背着朕。朕说让他们离开了吗？陛下一向刀子嘴豆腐心的，陛下放心，给太医的恩赏，奴才已经派人发下去了。你快去把孩子搞出来，让朕瞧瞧。陛下，您先坐下来吃点东西。从昨儿半夜到现在，您滴水未进呐。等您吃饱了，才有力气抱孩子，不是？胡说！朕难道连抱孩子的力气都没有吗？这倒不是，关键是王妃生下的是龙凤胎，一下2个，您总不能厚此薄彼，抱这个不抱那个呀。2个一起抱，分量确实不少。您又一路颠簸，没有好好休息。听奴才一句劝，您先吃顿饱饭。再说，您之前准备的见面礼只有1份，现在龙凤胎，您不得重新准备呀？没有见面礼，这拿什么脸面见孩子？还祖父呢？皇上转头一头冲了出去。小样，我治不了你。这厢皇上风风火火去准备见面礼，内厢苏青生了龙凤胎的消息传遍了平阳军上下，全军再次沸腾。他们将军在战场上喜得龙凤胎，这不是天降祥瑞是什么？难怪他们将军是大佛寺开光的祥瑞。全军亢奋，这喜人的消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就传到了宋西域五皇子那里。一个将军身披铠甲，骑马疾驰，他身后一个乞丐穷追不舍。等到宋西抵达苏青所在营帐时，妈呀，吓死我了！兔崽子，你去哪儿？我现在打扮成这样，您还能认出来？这位大伯长得好面熟啊，你是不是也觉得我长得像你儿子？不是啦，我这个人脸长得比较大众，大伯认错人了。大伯？大伯你大爷大伯！小兔崽子，老子是你爹！抬手一巴掌，皇上直接朝五皇子脑袋呼过去。哎，这位大伯怎么不讲理啊？我都说了，我不是你儿子啊！你认错人了。殿下，那个奴才都招了。一眼看见自己的怂随从，做乞丐啊，好玩吗？你不是去面山思过了吗？这里哪有山？小兔崽子还大伯？谁是你大伯？说清楚了，谁是你大伯？你有这么英俊潇洒、智勇双全的大伯吗？父皇多日不见，父皇说话越发接地气了啊。很有江湖范儿。就父皇这气势啊，在江湖那也是数1数2的大哥，不愧是父皇，果然是到哪儿都是1等1的。儿臣刚刚是故意的，儿臣就是想看看父皇还记得儿臣不？没想到父皇对儿臣的爱真是厚重如山呐。父皇，9弟都成龙凤胎了，都是2个孩子的爹了，儿臣连个王妃都没有呢。您看儿臣的婚事是不是能提上日程了？小兔崽子，朕还没有治罪于你，你倒是来求朕了。还有啊，你这地痞样子是跟谁学的？以前不这样，还是说你遮掩的深，朕没发现呢？沉着脸，皇上侧头去看五皇子，正要开口，儿臣真的是羡慕9弟，
有惠妃娘娘操持着，早早的就英年当爹了。儿臣比他迟长几岁，可惜儿臣母妃去得早，不然儿臣现在孩子怕都在学弟300千了。英年当爹？父皇，儿臣也好想有个闺女儿子啊，好想当爹。回去朕就给你操办婚事，你和宋熙。不等皇上说完，五皇子扑通跪下。父皇如此爱儿臣，儿臣无以为报。儿臣保证，以后儿臣得了什么好的，第一个就孝敬给父皇。你这都孝顺给朕了，你就不怕宋熙和你生气？五皇子顺势起来，嘿嘿一笑。他哪能和父皇比啊？父皇在儿臣心中那可是大山大海，他兄弟如手足，女人如衣服，他尚且不如兄弟，如何和父皇比啊？话不能这么说，夫妻才是白头偕老一辈子的。你既然是娶了宋熙做你的王妃啊，你就要跟她恩爱到老啊。皇上给五皇子使了个眼色，然而此时此刻，五皇子还沉浸在皇上到底要不要处罚他刚刚不认爹，处罚他欺君跑出来追宋熙，完全忽略了皇上的眼色。父皇给了儿臣生命，儿臣只有父皇一个爹，可王妃儿臣可不止一个。孩子，女人多了院里容易着火呀，你要想清楚，你可不能做傻事。朕瞧着这宋熙跟苏青该是一个性子的人。父皇，儿臣身为皇太后室，既是享受了皇室的恩佑，就有理由为皇室繁荣之业，怎么可能像九弟一样就一个王妃呢？正妃有一个，侧妃也得有几个。再说儿臣觉得九弟很快就有侧妃了。苏青征战在外，这次仗打得这么大，他估计没个3年5载回不去，九弟可不能总是一个人啊。朕不需要你繁荣皇家之业，你的日子过得好就行了啊！这宋熙是个好姑娘，你好不容易追到的，莫要辜负了人家。孩子，朕只能帮你到这里了。宋熙，父皇，儿臣身为您的儿子，怎么会主动追人？儿臣继承了您的英俊潇洒、英勇无敌，都是他追着儿臣。你要是真的继承了朕的英俊潇洒、智勇无双，那就好了。宋熙朝着五皇子嫣然一笑。宋熙，你不是去看苏青怎么？又是一个妻奴啊！民女宋熙叩见陛下，吾皇万岁！国之危难之际，九王妃临危受命，民女惶恐承接，幸不辱命，率西蜀大军与九王妃的平阳军合围西秦数月。如今九王妃在陛下英明指点之下，施计一举拿下西秦京都。民女自知功劳浅薄，但千里之外不听圣命，罪过深重。民女认罪，只求陛下看在民女浅薄的功绩份上，能饶过武殿下擅自离京的过错。实不相瞒，陛下，此次民女之所以能侥幸不如九王妃使命，实在是因为武殿下几次舍身相助，几次制定杀敌妙计。若非武殿下英明，民女率的西蜀大军也无法完成使命。是个聪明孩子，也是个有城府的。苏青能够将西蜀大军的指挥权给他，而他能够在西蜀大军中立稳第一指挥的地位，可见是个有能力的。杀伐决断，征战韬略，怕是不输苏青啊。更难得的是，明明和苏青一样，这骨子里是铁铮铮的硬汉子，立在面前那却是温柔娴静、端庄得体啊！这样的姑娘是担得起王妃的位分。可惜你说的话，朕一个字也不信。毕竟朕收到的战报，老五被西秦的人抓了做人质，是你单枪匹马把人救出来的。这次与平阳军合围西秦大军，西秦的后方被堵得犹如铜墙铁壁，是你亲自指挥。那个时候老五还在乞丐堆里呢，在西蜀一举获得西蜀大将尊重，是你凭着个人实力赢来的。这跟老五是真没什么关系。尽管作为老五的爹，朕也很希望自己的儿子能这么出色，可惜啊，朕的儿子是什么货色，朕自己知道。他有才，这不错，但是才能多数是治理人才，却无大将风范。至于什么制定的杀敌方案，皇上斜眼去看五皇子，试图在他脸上发现一点胸怀韬略的闪光点。然而五皇子一脸惶恐，全部目光都在宋熙身上，脸上的表情十分明显，嘴上一时爽，追妻乱葬岗，追悔莫及。然而儿子再不好也是自己的儿子，更何况也没有多不好。
只是儿媳太出色了。哎呀，真太难了。这次配合平阳军统帅西蜀大军，虽然战绩斐然，可你该知道当初朕派你出来的圣旨上写着什么？民女知罪。父皇，你抗旨不遵在前，论罪该罚，但是你战绩斐然也该赏。原本呢是功过相抵，可现在你说你的功劳都是老五的，怎么会是儿臣的？都是宋熙自己指挥得当，他没白天没黑夜的守在第一线，任何冲锋都是第一个冲上去的。连西蜀的将士们对他都是肝脑涂地的佩服，这一点父皇可以咨询西蜀大将。朕能帮你的只有这些了，还好你抓住机会了，不至于一会儿朕走了你太惨。陛下英明，民女不过略识几个字，就算是什么韬略，也不过是纸上谈兵。的确是武殿下指挥得力，都是武殿下的功劳，民女不敢贪功。你是不是傻呀？什么叫不敢贪功？那就是你的功劳。他是我父皇，只要没做出什么大逆不道的事，最多就是罚个禁足，骨肉相连。我父皇一向看重父子亲情，不会重罚我的。你别这样。哎呦，我的傻儿子，你的悄悄话能再小点声吗？朕都听得到好吗？哎呀，真是尴尬。你有什么说的？民女没什么说的，就是将事情的真相回禀给陛下。五皇子千真万确，有大将之才。就在皇上蹙眉思忖的一瞬，陛下英明，如今民女是在武殿下的领导下，才能如鱼得水地掌控西蜀大军。若无武殿下压阵，民女怕是难以在西蜀服众。所以民女说，功劳都是武殿下的，武殿下的大将之才，配上他的皇子身份，才能让我们的行事如此顺利。皇上骤然心头一震，嘴角勾起惊艳之笑。老五的罪，你的罪，朕是要好好想想了，不必挪出暖帐了。五皇子还在一脸胆战心惊地看着宋熙。哎呀，地主家的儿子也没你傻，宋熙都替你安排这么多了，你居然还没明白？苏青诞下龙凤胎，你准备见面礼了吗？儿臣忘记了。这都能忘记，还不赶紧去准备？说完，皇上抬脚离开。五皇子一脸懵，这就过关了？皇上不是说了吗？惩罚什么他要再想想。我父皇的性子我知道，一般他说再想想的时候就是不惩罚的意思。那我的意思你明白了吗？我的意思你明白吗？当然明白，你为我做的我都明白。可傻丫头，就算是为了我，你也不能把自己的功劳都卸了。你不用做我背后的女人，我能承受你的锋芒。你能，不代表皇上能。父皇应该也能。你看荣恒和苏青，苏青的锋芒远在荣恒之上，父皇还不是接受了？那能一样吗？当初苏青嫁给荣恒的时候，荣恒变得快死了呀，好吗？说白了，那就是去冲喜了。我家苏青真可怜，好好一泡牛粪，就去奶那么多蔫了吧唧的鲜花去了。好好一泡牛粪，你确定你这话不是骂苏青？唉，咱俩的情况和苏青与荣恒的情况都不一样，而且我觉得我把你说的厉害点，皇上到时候才能放得下心。这叫什么话？难道我不够厉害？我现在可是西秦丐帮的帮主。见过帮主大人，等咱俩成亲，您是丐帮帮主的身份迎娶我呀，还是五皇子的身份迎娶我呀？那就要看你是想做王妃啊，还是想做丐帮夫人啊？那就要看你是不是真的能把西秦的丐帮发展到他的宫里去。一把揽了宋熙在怀，揉揉宋熙的头。谢谢有你。我怎么刚刚听某人说女人如衣服，还听某人说王妃不止一个？五皇子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，我以为你忘了。怎么可能啊？不止一个，你到底有几个？姑奶奶，我就只有你一个，真的，对天发誓，对我母妃的亡灵发誓。你都扯出亡灵了，还怎么打情骂俏？真是蠢货！我要去看我干闺女和干儿子去了，我可是有见面礼的。某人没有见面礼，再见。咱俩不能共用一份见面礼啊！不要脸！你什么见面礼啊？我怎么没见你准备啊？嘿嘿，不告诉你。殿下，都招了，胆子不小啊！殿下，那可是皇上啊！您敢当着皇上的面叫大伯，奴才不敢呐！福公公什么眼神？那可是火眼金睛啊！他一眼就认出奴才了，奴才就算是有10万个胆子，也不敢不认呐！给你个将功赎罪的机会。谢殿下恩典。去给我的小侄子小侄女准备见面礼去，见面礼一定要能体现心意，要与众不同，要比父皇的见面礼逊色些，但不能失了身份。重要的是，见面礼一定是宋熙喜欢的。这不是送给小侄子小侄女的见面礼吗？为什么一定是要宋熙喜欢的？就算是考虑大人，不是应该考虑九王妃吗？然而纵然心头千般情绪，咱也不敢说，咱也不敢问呢。谁让咱家殿下是妻奴？这下
五皇子寻了个地方洗漱更衣，内厢苏青的产房，皇后与惠妃一人怀里抱着一个小娃娃。那是什么？好奇地看着宋熙手里的盒子。上个月我就解锁，最近只要有机会解锁，我都解锁这个东西，攒了好几盒的量，我都放在这一盒里了。原以为够孩子吃几个月了，没想到你居然一下生俩，还是不够。苏青抽着眼角看着宋熙递给他的东西，某可心维生素 A、D、D 剂。我姐姐家孩子出生以后，大夫说这玩意要吃1年呢，里面的液体给孩子吃，皮给大人吃，促进钙吸收，预防佝偻病。我和你说，你可记得给孩子吃了啊。苏青，为了给你解锁这个，我放弃了好多东西呢，什么照相机、平板我都放弃了，就为了你这个，够不够兄弟？够兄弟。不过这玩意儿真能给孩子吃吗？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报道，说什么夫妇给新生儿吃了太多的补品，把孩子吃坏了啥的。古代的食谱挺好的，皇家更是什么都不缺，应该不用吧？你看哪个古人孩子吃这东西？愚昧无知，你是没见古人的孩子吃这个，可是古人的孩子患有佝偻病的几率也比现代大呀。而且这不算什么补品，在现代，孩子出生以后，大夫要嘱咐家长给孩子吃的，促进钙吸收。他应该不缺钙，但是他未必能吸收得了啊。人家孩子满月就能出去晒太阳了，你这冰天雪地的晒得了吗？这个不是营养品。我怎么和你说呢？真是，以前挺正常一人，现在怎么磨磨唧唧的？我还能害你不成？以前我不拘小节，那是我可以不拘自己的小节，可现在不一样，现在我有孩子了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、肯定以及一定，这个真的是大夫嘱咐家长给孩子吃的，可以促进钙吸收，可以让孩子夜里睡得更好，避免惊哭。主要是我解锁不出鱼肝油，不然那个可以更好。我也不太懂，当初我姐姐家孩子出生，反正就吃这个。大爷的，惨无人道的万恶旧社会，16岁就生娃，咱俩16岁的时候还是祖国的花骨朵呢。这话倒是说的没错。生孩子很疼吧？我就睡了一觉，孩子自个儿出来了。宋熙瞠目结舌，真的假的？我听说生孩子的疼都是正常人忍受不了的疼。我和福星讨论过，我这个情况估计和荣恒之前孕吐有关，有可能我只负责怀孕和孩子出来，他负责吐和生产时候的疼。你怎么做到的？好像是因为我体内有蛊虫的原因。你怎么搞到蛊虫的？嘿嘿，我也去弄点，等到我生产的时候，我也睡他一觉。那个也不是我搞到的，我穿越来的时候，原主身体里就有了。你可真是个贱人，怎么什么好事都让你赶上了？唉，可惜我解锁不出来疫苗，不然给孩子注射一针，他能免除好多病痛呢。等我再研究研究。那个空间我还不太熟练，目前解锁最熟练的就是薯片，我殿下可爱吃了。都说一孕傻3年，你怎么呆呆的？真的傻了？去你大爷的！傻了摸脑门能摸出来吗？嘿嘿，这么说真的傻了？我没有奶水，因为太小了。你瞧瞧，要是吓到孩子如何是好？你胸小，拧我干嘛？就算你眼红我胸大，你拧我也给不了你啊。板砖呢？我的板砖呢？你看，这都是天生的。不是这个问题，刚刚我拍你，你觉得我手劲大吗？大呀，我都怀疑我脑袋上现在有个手印呢。你脑袋是模子吗？一拍一个手印儿。从理论上来说，孕妇生产完是不是应该都有恶露？这个是肯定的。我没有，干干净净的，一点都没有。就生孩子的时候流了血，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。还有，试问孩子是不是应该都虚弱？毕竟大伤元气。你也没有？没有。你看我刚刚拍你的力气，我一点都不虚弱，除了感觉卸货之后一身轻松，别的什么感觉都没有，完全感觉不到自己是个刚刚生产完的人。人家说一孕傻3年，你怎么还未孕就呆呆的了？还是说，苏青目光落向宋熙的肚子。去你大爷的！我是那种人吗？滚！之前我不是和你说，我和福星私下商量过，估计是荣恒替我完成了生产的疼，你说会不会？我去，你的意思是荣恒有奶水？我的妈呀，太辣眼了！人家孩子都是宝贝乖来娘这里吃，你家倒好，宝贝乖来父王怀里吃，然后荣恒就不仅如此，荣恒还要每天换月事布，一直等到恶露干净。有奶我忍了，这恶露它从哪里流出来呀？这种事儿完全不能用常理和科学解释，要按照常理与科学，如何解释它孕吐，如何解释它代替我生产之痛呢？可它代替你生产之痛是你猜测出来的呀，未必就是真的。我觉得就是真的。反正
太可怕了。不过这蛊虫真是个好东西，要是奶水、孕吐、产痛、恶露都由男人代替了，真是爽极了。我也想要同款蛊虫。等我给你问问我娘，看她能搞出来不？总觉得她神通广大的。行，对了，这事你和惠妃说过没？没有，这咋说呀？反正他们在这里也待不久，等他们回京了，让他们自个儿去面对吧。也是，的确没法说。哎呀，你也别琢磨这些了，没啥用，该啥样就啥样，你琢磨也改变不了啊。再说了，要真是荣恒什么都代劳了，你该高兴。对了，御医说没说你这身体没啥问题？我自己就是中医，有没有问题我自己知道。至于御医，他们还不知道我没有恶露，福星瞒过去了。宋熙点点头。这一厢，宋熙与苏青说着闺蜜间的贴心话。那一厢，皇上终于如愿以偿地看到孩子，皇后与惠妃抱着孩子，双双立在皇上面前，盯着面前一对儿瓷娃娃似的小孩，比云霞刚生出来的时候还好看呢。恒儿刚生下来也没这个好看。那是当然，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孩子。苏倩与荣恒的孩子比他跟皇后惠妃的孩子好看，凭什么？皇后怀里的小丫头忽然一蹬腿，小脚丫直接冲出包被，一脚蹬在皇上鼻梁上，力气不算大，也是蹬的皇上有点鼻子发酸。皇上直接被蹬懵了，我去，那可是皇上呀！皇上却哈哈大笑起来，不愧是朕的孙女儿，就是有劲儿。来，朕抱抱。皇后狐疑地看着皇上，难道朕还要跟自己的孙女儿计较？朕一把年纪跟一个刚出生的婴儿计较？贵妃立在一侧，噗的一笑，陛下大度。来，祖父抱。皇后小心翼翼地将孩子转移到皇上怀里。陛下，怎么了？朕的手上有什么？皇上说的话，感觉声音都在抖。皇后落目去看，没忍住，噗的笑出来。刚刚小丫头一脚踢开包被，她将孩子给皇上的时候，包被可能没有包好，小丫头拉臭臭了，臭臭冲破包被，落了皇上一手，连汤带火，咦，顺着皇上的手指缝，稀稀拉拉流了半身。干了坏事的小丫头躺在包被里可能有点不舒服，就在皇上低头看自己手的一瞬，小丫头扯嗓子一声嚎哭，哭得猝不及防，吓得皇上差点把孩子给扔了。还好皇后眼疾手快，一把抱过孩子。孩子哭了是大事儿，快准备新的包被，孩子包被湿了。几个宫婢一阵风的忙起来。贵妃抱着孩子立在一侧，看皇后亲自给小丫头擦屁蛋。被臭臭袭击的皇上立在原地，无人问津。皇上探着脖子，目光越过人群缝隙。哎，这孩子为什么哭啊？这是不是不喜欢朕呐？陛下，去换衣裳吧。你说他刚才为什么哭？孩子弄湿了包被，不舒服，自然就哭了。可是他哭得好伤心呐，撕心裂肺的。哎呀，跋山涉水的来到这里，难道就是为了继续做皇帝？陛下，虽然平阳大军与西蜀联合攻下西秦，可是西秦官员并不配合，有骨气硬的率一家老小自杀了，有人闭门不出。现在的西秦政务，听武殿下说是一团糟。朕想要懒政，朕能说我不听吗？不过也不是完全一团糟，相比较官员的抵抗，西秦的老百姓反而对我们比较友好。也许是因为之前王妃在西秦境内散发小册子的缘故，也许是平阳军所到之处没有任何的暴行，反正从边境一路抵达京都，老百姓并无犯逆之举。以西秦京都为中心，西侧地域平阳军一路攻来，王妃在每一处城池都留了一部分平阳军驻守，整治当地政务，维持秩序。东侧部分则是宋西与西蜀大军共同安排，一般由西蜀官员接管了。哎呀，这就是命嘛，我命由天不由我嘛。西蜀官员无所谓，他们终究不成气候，最终还是替朕做事了。老五现在可在宫中？回陛下，在武殿下正在偏殿拟定新秩序维护方案，让他过来。福公公领命，不过须父皇过目。宋贺，此人乃我朝京都附近的山匪头领，不过在做山匪之前，曾经是当地的乡试状元。平阳军拿下西秦京都之后，他一直
直跟随着邢副将在京都维持秩序，恢复各项运转。邢副将竭力向儿臣举荐了他。宋贺这个人有一定的治理才能，但是脑子不太转弯，外加上山匪做久了，身上的匪气很重。这种匪气和苏青那种不拘小节完全不同，就是单纯的匪气。下午你将他带进宫，朕见见。是。胡一为这些日子也跟着你做事，是。你觉得这个人如何？精明能干，很有变通能力，对银钱账目过目不忘，记性好到让人震惊。另外就是狐朋狗友多，之前苏青派他到西秦做内应，短短数月，他在西秦已经结识了几十位生死之交，而且全部都是西秦很有地位的大家商户。是个人才，难怪当初苏青嫁到恒儿府邸，要带着他去摸门路呢。求他允许他带薛天胡一为进府，就辅佐苏青，一举将荣恒府邸的财务状况摸了个底儿朝天，并且肃清了府邸人事。记忆在脑中浮动闪过。这个人听你的调度吗？苏青的人对儿臣有一定的提防和敌意，不过完全不影响他执行各项任务，倒是公私分明。他倒是十分听宋熙的。人家不听你的，听宋熙的，你骄傲个屁呀！听宋熙的不就等于听我的？你有错吗？眼下你手里也是胡一为、宋贺、礼部尚书以及宋熙在周旋西秦各项人士，是吗？儿臣之前冒做乞丐，追随宋熙，路上也结交了不少丐帮兄弟，他们看中儿臣，推举儿臣做了西秦地界的丐帮帮主，所以眼下还能指挥西秦的丐帮。皇上看着武皇子两眼都直了。丐帮帮主，为什么之前没有人跟朕回禀过朕的儿子成了丐帮帮主啊？父皇，丐帮并非您所想的那样污秽不堪，他们也是有组织有纪律的，而且儿臣随着西蜀大军一路攻打过来，丐帮在所过的城池处对于安抚百姓起到很大的作用。他们来自底层，更能知道底层百姓的需求和愿望，更能知道民生，更能了解百姓的心声。百姓是水，军是舟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。父皇，儿臣很需要像他们这样的水中浪花来帮助儿臣。你想要给他们封官？做官的最起码还是读书人，儿臣只是希望朝廷能允许这个组织光明正大的存在。这个以后再议吧，目前当务之急还是要稳定西秦这边的朝政秩序。我们的目的很简单，西秦是大夏朝的属国，既是属国，他就不该有那么高的姿态。儿臣明白。一会儿你去亲自拜见西秦京都的那些旧臣，愿意合作的，我大夏朝给他机会；不愿合作的，我大夏朝也不缺他这个人。我们就算是从头再来，只要百姓平稳就行，有的是时间。外面小内侍回禀，陛下，西蜀周将军求见。快请。雨落吩咐武皇子，你去忙，记着一点，我们是战胜国，西秦只是大夏朝的附属国，位置与我们的真定、湖广没有任何区别，只是大夏朝国土的一部分罢了，不必放低身段。你是皇子。武皇子领命，转身离开。这厢皇上在御书房热情地见了周将军，那厢武皇子大步流星出了西秦皇宫，平阳君入驻西秦，如此西秦的苛捐杂税便与大夏朝相同。这可是我媳妇儿的主意啊！马车穿过人声鼎沸的街头，武皇子执行着皇上下发的任务。陛下，北燕急报，北燕急报！陛下，在末将出发之前，北燕与南梁就达成了联盟，北燕集结10万大军。北燕防卫不是被狼队破坏了？是有一支狼队突然进攻北燕，并一路抵达北燕腹地，但是南梁调度象队，火速支援了北燕，两国缔结联盟。王昭之不是率领赤云军抵达战场吗？赤云军的确已经抵达战场，然而北燕调度10万大军增援南梁的同时，几乎将全国所有剩余兵力全部拉到北燕边防线上抵抗赤云军，还加上南梁派来的象队，全部兵力。那大齐呢？大齐就在北燕的背后，不知发生了什么变故，大齐目前摇摆不定，没有主动进攻北燕，但是也没有加入北燕和南梁的联盟，处于观望状态。当初宋熙游说大齐，大齐可是答应的好好的，与大夏朝缔结联盟，共同进退。现在大齐突然反悔，大齐那边是谁留下了？启禀陛下，是平阳军一名参将，名叫徐子辉。1年前，九王妃就将此人安插在北燕，同胡一为一样。宋姑娘离开大齐，徐子辉一直留守。目前，徐子辉还未送来任何消息。苏青选定的人必是最佳的人。你且去偏殿稍后，去传邢副将。门外，陛下，九王妃求见。他怎么来了？还在院子里。进来。陛下，末将出发之际，侯爷同时派出另外2人，一人直奔我朝京都，将消息送回朝中；另一人直奔我朝驻西秦的平阳军营。朕就在西秦，何须还派2人到西秦？将军。苏青冲他点了个头，转而朝皇上行礼。儿臣叩见陛下。南梁与北燕缔结联盟之事，儿臣已经知道。儿臣请命，平阳军即刻开拔。胡闹！就算是平阳军开拔，也不能由你带队，你自己刚刚生产完。
你不知道保养身子吗？父皇息怒，儿臣带了院使大人一起来的。一直立在御书房门口的太院院使缩了缩脖子，一脸复杂的表情。皇上黑着脸，陛下恕罪。谁给你的胆子，居然让他一路进宫？恒儿不能失去他的爱人，孩子不能失去他的母妃，大夏朝不能失去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，更何况苏澈不能失去他的女儿。还是以这样的方式，月子里落了风寒，以后多少病痛找上身。皇上只觉得自己要被气得原地爆炸了。什么话？你就不能让福星来回禀？还有你！太医瑟瑟一低头，陛下息怒，王妃身子没事。